作为一名杀手必须遵循的铁律之一，其隶属的组织如果在没有接到委托的情况下，是禁止杀人的，即使是门主也不例外。原来少年自幼与爷爷相依为伴，可几日前外出归来，发现爷爷被人残忍杀害，可他不仅没有感到一丝悲伤，反而显得异常兴奋，并不是因为他冷血无情，而是爷爷从小便告诫他，在任何人面前都要隐藏自己的本性。但这一次他决定将内心的恶彻底宣泄出来，他拿起了镰刀，一人便屠戮了整个村庄，只因这些人都可能和爷爷的死有关。可就在他准备继续寻找真凶的时候，身体却被人一脚踹飞，直觉告诉他来人就是杀害爷爷的凶手，可光凭男人身上散发的威压就让他无法动弹，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一个瞬身，男人便出现在少年的身前，抬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而手中的剑则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。随着意识渐渐模糊，少年以为就要这样子死去，可再次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关进了大牢。虽然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，但始终没能为爷爷报仇。不过从男人的口中他得知武功的存在，如果我学会了武功，或许就能打败他，可我还有机会吗？就在他努力思考对策时，牢房里泛起了一阵浓雾，自幼熟识药材的他一眼便分辨出了其中成分：三百草、当归、吉草根和岩银草，这是睡眠香。片刻后他缓缓闭上了双眼。与此同时，一道人影径直来到了他的牢房，然后解开了他脚上的枷锁。就在来人准备将他带走的时候，少年猛然睁开了双眼，趁来人震惊之余，直接一脚狠狠踹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拼了命的朝牢房外跑去。可下一秒，一股强烈的麻意席卷全身，只见男子抬手击指点在少年身上，少年便再也动弹不得。被扔回了牢房的少年在看清对方的妆容后，不由得让一阵惊疑。这身打扮虽然和之前那个家伙相似，但此人左眼却少了几道伤疤，难道他们是同伙，想要斩草除根吗？突然，一个头戴斗笠的公子缓缓走来，当他掀起头上的斗篷时，少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，这人竟然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，天底下居然真的有这种奇缘。我们长着同一张面孔，但命运却截然不同。我是燃剑山庄的三公子，可你却是即将车裂的死囚犯。不过我将给你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成为我穆青云的替身，而你只需要在山庄里享受山珍海味美女伺候，并且事成之后还会给你用不完的财富，前提是只要你吃下这颗毒药。看着放到嘴边的药丸，少年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其吞下。亲眼看到少年吞下了毒药，穆青云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阴邪，随后便让护卫解开了少年的穴位和枷锁。殊不知很快他将为这个决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就在他们朝着牢房外走去的时候，少年趁其不备，直接180度扭断了穆青云的脖子，现在冒牌货死了。听到声音，干护卫转头看去，发现倒在地上的尸体，只感觉脑袋一嗡，可一切都为时已晚。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一把掐住少年的脖子，你这个疯子居然把少爷杀了，难道你想死吗？少年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他深知替身要代替本尊承受所有的危险，如果跟他们走了，那他就真的必死无疑。其实你并不想杀我，不然的话你早就动手了。听到少年的回答，干护卫恼羞成怒，直接抬手将他狠狠摔在地面，手中的匕首就要朝少年刺去。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？然而少年仍是泰然自若，毫不在意。相反，这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吞下毒药的三公子不正是你最好的傀儡吗？忠心的干护卫被少年的一番话动摇了，他冷哼一声，一剑狠狠插在地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真正的穆青云，而属于少年的复仇也将正式开始。不久后，燃剑山庄内，干护卫警告少年老实待在房间，不许擅自离开。如果你敢耍小聪明，那我一定会杀了你。说罢，随手扔给少年一枚解药，每隔12个时辰吃下一枚，否则你就会毒发身亡。傍晚吃着干护卫给的解药，少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在被刺穿胸膛的情况下还活了下来。至于那个想杀他的家伙，应该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所以现在的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在燃剑山庄冒充穆青云，学习武功为爷爷报仇。然而为了防止少年搞小动作，干护卫特地派了他的师弟古灿前来监视。当古灿得知少年竟然能杀死穆青云，震惊的下巴都要掉到地上，可又不得不听从师兄的话，让计划继续进行下去。而这边干护卫也感到一阵头疼，作为一名死囚，少年在那种情况下不仅杀了穆青云，还扬言要取代他，这种人多留一天他们就多一分危险，不禁让他产生了重新找一个新主子的想法。对此古灿却不以为然，反而认为干护卫胆子变小了，一个不会武功的小屁孩没什么可怕的。与此同时，少年开始对这几日的事情进行复盘，干护卫并没有告诉他需要替身的原因，只留下一个人监视就离开了。而燃剑山庄并不是一个危险到需要替身的地方，所以他推测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用到他。至于干护卫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，或许他已经开始在考虑换主人了。不消片刻，少年便将干护卫的心思猜得七七八八。想到这里，少年直接推开了门。此时古灿守在门口，已经昏昏欲睡，听到少年要出去办事，还邀请他一同前往。古灿当即警告，不想死就乖乖待在屋里。少年却是冷笑一声，只要你不说，没人知道我们出去了。见他敢当面挑衅自己，古灿直接将少年按在墙上。可下一秒，少年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，然后照着干护卫的动作，一个过肩摔将古灿摔在地面，并且抬手击指点在古灿的穴道上。古灿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家伙，难道你隐藏了武功？少年并没有回答，反而露出了更加惊讶的表情。他明明是按照干护卫的手法点的穴，古灿竟然还能动，随即再次击指朝着古灿后背点去。直到这一刻，古灿才真正意识到，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干师兄的武功，眼前这个人究竟有多么危险，眼看不是少年的对手。古灿再次用毒药威胁少年，难道你不怕七窍流血痛苦的死去吗？可少年丝毫不受影响，只是轻轻咬破手指，然后将血喂进了古灿的嘴里。古灿彻底慌了，
在地上来回翻滚，试图将毒血吐出来，可一切为时已晚。与此同时，少年再次开口，他从小跟着爷爷采药，尝遍了世间百毒，普通的毒药对他来说根本不管用，甚至连他的血液也饱含剧毒，因此他喂给古灿的毒血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。好了，现在给我介绍一下燃剑山庄的具体情况吧。原来燃剑山庄庄主木仁丹重病已久，即使大夫绞尽脑汁也束手无策，甚至连病因都没找到。由于在此之前庄主并没有决定继承人，所以燃剑山庄的4位公子为了争夺庄主的位子，即将展开一场兄弟相残的腥风血雨。其中第一公子木英浩不仅荒淫无度，而且嗜杀残暴，是4兄弟中最无能的人。二公子木恩平奸诈狡猾，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主，而第一夫人唯独宠爱长子，为了能让他坐上庄主之位更是不择手段，于是请来了一方术士，名义上是为庄主驱邪除魔，实则早已和方氏暗下勾结。他以300两为酬，让方氏套出庄主的公章和秘籍所藏之处。对于这种歪门邪道，大夫虽极力阻止，但却也无济于事。之后第一夫人甚至下令封锁庄主的房间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得知这些情况，少年直接喊上古灿，他要去见一见这个冤种老爹。与此同时，3公子穆金云的整个计划也被他完全洞悉。真正的穆金云是想让替身出面，然后3兄弟上演一出自相残杀的戏码。作为鹬蚌相争最后的渔翁，穆金云只要等到几个兄弟死后悄悄站出来，那他就能占据上风，独掌大局。只可惜少年成了这个计划里最大的变数。在前往庄主房间的路上，两人经过了练武场，正好看到4公子穆有天正在练武。虽然他是庄主和青楼女子所生，但为人努力，武功出色，人品更是深得庄主的喜爱。不过这也成了第一夫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。看到穆有天那练功的方式，少年不禁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向古灿淡淡询问了一句：如果我习武之后能杀死甘护卫吗？听到这个问题，古灿不由得心头一颤，难道他已经察觉到我们准备放弃他了吗？这个家伙不仅仅是聪明，简直就是一个人精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向少年解释，习武最基础的是内功的修炼，也就是说通过呼吸吐内法让大自然的能量在体内循环，最后凝聚成为内力，积攒的内力越多就越强。但内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，像甘护卫这种一流高手，至少有半个甲子的内力积累，所以在短期内是很难超越的。说到这里，古灿其实并没有完全讲明，因为修炼内功也有最佳时期，过了5至9岁，身上浊气加重，就算练了也无法凝聚内力，也就是说少年一辈子都无法超越甘护卫。看着古灿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少年其实早就猜到了古灿心中所想，于是转头摸向了他的眼颊。你的眼珠子转动起来真可爱，让我忍不住想抠出来。不过少年没有继续深究，而是笑盈盈的询问，不如以后你就成为我的人吧。现在的他既杀不掉甘护卫，又无法将他拉拢到自己这边，一时间也没有好的对策。想到这里，他转头再次询问穆金云和4公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。得知2年前穆金云骂4公子的娘是贱人，那时就被打得很惨，少年就不由得大笑起来。4公子人还怪好的，起码没有碾碎穆金云的4肢。说罢便转头朝着庄主的房间走去，而这边方氏用红线和铜钱缠绕了整个房间。庄主躺在床上毫无反应，他的心脏处向外扩散出一条条诡异的黑线，虽然看起来像中毒一样，但其实这是被煞气吞噬的结果。幸好他常年习武，这才撑到现在。只可惜重煞太久，即使方氏神通广大，也只有5成的把握。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救活庄主，只要能完成夫人给他的委托，庄主的死活与他又有何关系？于是他单手持笔画出一道鬼符，随即大斥一声，鬼符直接贴在了庄主的胸口，一道能量从符咒上疯狂涌现，伴随着方氏口念咒语，手掐印诀，庄主身上的煞气四散弥漫。渐渐的他双眼通红，似乎马上就要被什么东西附身，就连方氏的身体也被震飞了出去，场面一时间快要失去控制。而就在这时，少年直接推开了房门，父亲，我来给您请安了。方氏被突如其来的闯入中断了施法，来不及确认何人，便发出了一声惊呼，马上给我出去，不然庄主就有生命危险了。可少年全当没有听见，自顾自地查看起庄主的情况。而就在这时，庄主身上的煞气暴涨，附身的诡异越来越强，形势彻底失去了控制。只见庄主扭曲着身体漂浮在空中，情急之下，方氏赶紧让2人帮忙按住，而他直接一张符咒镇压庄主的额头，口中还不断喃喃。然而庄主身上的煞气越发强大，小小符咒根本无法将其压制，而诡异也开始沿着庄主的手臂向古灿身上传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少年当机立断，一剑斩下庄主的手臂。这一幕彻底惊呆了在场所有人。方氏抬手再次一张符咒贴到断臂上，这才勉强稳住了局面。但此时的方氏已经打起了逃跑的念头。就在他准备收起东西逃之夭夭时，一柄长剑架在他的脖子上，他这点小心思早就被少年看在眼里。古灿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少年制止。这就是庄主卧病不起的原因吗？方氏已然被少年的举动吓得浑身哆嗦，只能连连狡辩庄主这是被诡异附身，并且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再这样浪费时间，庄主随时都可能死掉。可少年脸上仍是露出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。方氏不由一颤，难道公子你也希望庄主死吗？当听到这个也字时，少年便明白了一切，是大夫人指使你这么做的吗？方氏知晓已经无法继续隐瞒，便将一切全盘托出。古灿听完真相也不由得抹了一把冷汗，若是被大公子夺得庄主之位，他的下场可想而知。为了自己的未来，他连连向少年解释，我们一定要救活庄主，如果庄主死了，大夫人一定会将责任推到公子身上的。方氏也在一旁出言附和，他有办法救活庄主。此时少年却陷入了沉思，但很快他又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。他并没有让方氏救活庄主，而是让他继续询问公章和秘籍在哪。就在方氏以为少年要将庄主救活的时候，他
他却让方士继续询问公章和秘籍的所在之处。所有人都被他这个决定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可少年并没有解释什么，无奈方士只能掏出一个傀儡，如果让诡异继续接触庄主，那他真的就会死掉，所以这个傀儡可以起到代替庄主的作用。说罢，只见方士抬手将傀儡和断臂绑在了一起，他再次手掐印诀口念咒语，附着在断臂上的诡异幻化出一只手臂，将傀儡死死抓住。与此同时，庄主的口中也发出了痛苦的嘶吼。由于诡异散发的煞气太过强大，如果继续动手封印就会被解除，届时三公子肯定不会放过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方士心中一横，很快就做出了一箭双雕的决定。随即他以外人不适合在此为由，让古灿先行离开，然后口中再次喃喃几句。庄主在他的控制下缓缓说出了秘籍和公章的藏匿之处。药房地下的丁字石门内，话音刚落，那个傀儡便在煞气的侵蚀下应声碎裂。方士连忙呼喊少年赶快斩断红线，然而就在红线断开的瞬间，诡异沿着地面开始向少年身上爬去，直到这一刻，方士才露出了阴险的表情。随着鬼手将少年的身体团团包围，方士一道符咒镇压在少年额头。就这样，他既完成了委托，又可以把责任推到少年的身上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举动彻底释放了少年深藏内心最纯粹的恶念。此刻得知被骗的诡异，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少年身上，他要彻底占据这具身体。与此同时，少年陷入了幻境，爷爷惨死的一幕重现在眼前。这一次他哭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他终于明白爷爷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而诡异在感受到少年心中的那份渴望之后，为他创造了一个没有遗憾的世界。看着死去的爷爷重新站在身前，少年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，一把上前抱住了爷爷。就在诡异认为少年将永远沉浸在这份幸福中的时候，少年的神情骤变，然后转身一掌抓向诡异的头颅。你惹我生气了，居然敢用爷爷的死来戏耍我！诡异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他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能发现他，可不等他继续思考，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席卷全身。这是连恶灵都不愿靠近的最纯粹的恶念。你以为我的幸福就是复活爷爷吗？不，我想要的是杀死那个杀害爷爷的凶手。这一刻感受到少年那滔天般的杀意，诡异竟挣脱开手臂转身就跑。这真的是一个活人能拥有的感情吗？与此同时，爷爷的声音响彻少年的脑海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名正吗？那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像名字一样，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。此时诡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终于来到了少年的内心最深处。在广阔的草地上，只有一扇被封印的大门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诡异还是决定打开大门，将少年的内心全部吞噬。然而当封印大门的符咒被撕下的那一刻，周围的一切渐渐被黑雾笼罩，诡异的身体在黑雾下被一点一点吞噬。他挣扎着想要摆脱，但一切为时已晚。在绝望的呐喊中，诡异彻底被拖进了无尽深渊。与此同时，少年猛然睁开双眼，身上的煞气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。方士回头望去，立刻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。只见少年若无其事地撕下了额头的符咒，一股股黑雾从他的手掌不断向外涌出。只听他的口中轻吐一句魔色，黑雾便缓缓凝聚，最后幻化出了一道人影。方士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怨魂，而是更高级的恶灵。可不等他做出反应，少年一声令下，魔僧便朝着他疯狂袭去。虽然方士勉强挡下了这一击，但却被少年的举动彻底吓愣在原地。他竟然能把恶灵当成式神一样使唤。要知道恶灵对于人类来说简直就是灾难，可来不及想明白，恶灵一掌再次抓来。慌忙之中，方士连忙拿起身旁的宝剑，可面对地狱归来的恶鬼，他的身影显得如此渺小，区区凡物又怎么能抵挡得住？只见无数触手抓向他的身体，方士口中不断发出饶命的哭嚎。可少年没有丝毫怜悯，你既然听到了公章和秘籍的事情，那就留不得你了。就这样，方士在无尽的恐惧中被拖入了深渊地狱，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明白，原来从一开始他不过只是少年的猎物而已。片刻后，古灿重新回到房间，看到方士那恐怖的死状，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。接下来在少年的安排下，他将房间布置成了方士斩下庄主的胳膊后还想杀他的样子。可古灿却担心这样的小把戏骗不过大夫人，少年竟毫不迟疑，直接抬起宝剑扎进了自己的大腿。这一幕让古灿只感觉后背发凉，没想到他对自己也如此狠辣，心中的恐惧越发强烈。这种人根本不是他能招惹的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突然闯入，来人正是燃剑山庄的内堂主张明仁。原本他和庄主木仁丹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19年前他便誓死效忠庄主，可如今却为了燃剑山庄的未来，竟鬼使神差的答应了戴夫人的要求，暂时离开一会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没想到一回来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他愤怒地质问两人对庄主究竟做了什么。古灿赶忙解释这是误会，同时少年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，刚想说些什么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不明所以的张明仁抓住古灿就开始一顿责问。古灿原本想要说些什么，却看到少年脸上露出的那一抹阴血，立刻就打消了所有的念头。他明白少年现在肯定在演戏，最后只能按照少年的安排说明一切。不久后，少年躺在燃剑山庄的药堂内，周围散发的药草气息让他感到无比亲切，想到很快就能拿到秘籍和公章，心中不由得轻松了许多。虽然这些东西就在药堂的地下，但如今人多眼杂，于是决定晚上再去寻找。这时古灿手缠绷带走进房间，他按照少年的指示，从方士的尸体上得到了2本书籍，一本是《诸子略阴阳家》，另一本是《怪异初谈》。由于为了销毁证据，大夫人派人将方士的所有东西都烧了，这还是古灿趁着东西被烧掉之前偷偷拿的。古灿不明白少年为什么要找来这2本书，可少年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抬手指了指窗外，你能看到那里有什么东西吗？古灿在窗口张望了半天，始终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。殊不知此刻一个鬼影正漂浮在窗外，而他的身影只有少年才能看见。就在正儿以为计划一切顺利的时候，
大夫人突然到访药堂，看到他的出现，古灿和正儿都吃了一惊。古灿赶忙行礼，可正儿却仍坐在床上，表示自己大腿受伤无法起身。古灿在一旁为他这个举动捏了一把冷汗。作为武术世家出身的大夫人，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为人狡猾，是比老大穆英浩更危险的人物。就连甘护卫也提醒要多加小心。大夫人扫视一眼后，突然一拳砸在正儿的腿上，剧烈的疼痛让正儿不由得闷哼一声。古灿想上前阻止，却被一把剑架在了脖子上。大夫人笑盈盈地看着正儿，他一眼就看出正儿的伤是自己造成的。他没想到正儿为了隐瞒真相，竟然还特意自残。你虽然骗过了内堂主，但却骗不了我。要知道厉害的方式在施法时是绝对不可能被法术反噬，你竟然用这种把戏愚弄我。说罢，大夫人再次一巴掌扇在正儿的脸上，正儿那弱小的身体瞬间被拍飞出去。大夫人甩了甩手，继续逼问：你在房间里到底听到了什么？听到这话，正儿先是沉默片刻，然后扑哧一声疯狂大笑起来。大夫人以为他这是得了失心疯，但下一秒，正儿的神情瞬间变得冷漠，随即他轻吐一句：魔僧。一个鬼影在他身后骤然出现，并朝着大夫人袭去。大夫人只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上掠过，而一旁的侍女却被魔僧掐住了脖子，整个身体漂浮在空中拼命挣扎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夫人想起了方氏那恐怖的死状。不等他继续往下想，正儿的声音就从他身后传来：如果你是想要得到秘籍和印章，那你得和我好好谈谈条件，而不是威胁我。这一刻，大夫人明显慌了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正儿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。其实我并不想要庄主的位置，但既然你苦苦相逼，那我只能将秘籍和公章的信息告诉老二，或者告诉老四，毕竟他的武功底子好，作为重归于好的礼物送给他也不错。大夫人被这番话气得脸都绿了，但却拿正儿没有办法，最后只能气急败坏的离开。回到住处的大夫人越想越气，平时窝囊的小鬼，今天竟敢当面抢他的东西。他猜测正儿这家伙肯定一直在隐藏本性。这时身旁的侍女提议，要不要趁三公子使用邪术之前杀了他？大夫人并没有答应，他害怕秘籍和公章落到别人手里，但他又不想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。于是他让侍女通知鬼英阁，就说方氏已经死了，届时这个小鬼也别想好活。夜晚药堂内，正儿坐在地上阅读方氏留下的书籍。根据上面的记载，原来人死后会变成冤魂，甚至成为鬼异，而根据各种条件会形成不同等级的恶灵。第一种叫赤灵，只可以让活物感到一丝恶寒；第二种为猪灵，这个等级已经可以附身人体，让人感到身体不适；至于第三种黄灵，则已经强大到可以使用煞气杀人。而正儿的魔僧就属于黄灵，但从之前的情况来看，魔僧根本无法对大夫人出手，看样子能否造成威胁应该和目标的实力息息相关。刚才他在古灿身上试了试魔僧的力量，效果不错，但想要对付大夫人和甘护卫仍是不够，所以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更厉害的诡异，也就是第四种绿灵，一种存活了数十年的恶灵，可以让人产生混乱，是极度危险的存在。就在这时，魔僧找到了进入地下室的入口，看来是时候去拿秘籍和公章了。就这样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正儿终于走到了梯子的尽头，映入眼帘的是甲乙丙丁四扇石门，钉子石门正是他的目标。然而刚踏入房间，他就触碰到了机关，一块巨石从天而降，随即周围的箭矢疯狂朝他射来。凭借敏捷的身法，正儿轻松躲开了攻击，但机关并没有结束，一道擎天巨柱再次砸来，正儿纵身一跃，险而又险地躲开。接连不断的机关让正儿明白了一件事情，这里除了秘籍和公章，应该还存放着比他们更重要的东西。就这样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道机关，正儿终于来到了石室的最里端。这是一个极其对称的房间，从上面的生活痕迹来看，应该是有人经常在这里修炼，对此正儿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他顺利的在桌子上找到了一个木箱，里面装着的正是燃剑山庄的剑法和心法。正儿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揣进兜里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这里应该还有一些其他东西。这是一个奇怪的箱子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从地面拖拽的痕迹来看，应该是特意被拖到这里的。当他推开箱子的那一刻，一块被黄符封印的地板显现出来，他想都没想便翻开了地板，里面还有一个小箱子，上面仍贴着黄符。正儿思考片刻，还是撕开了黄符，可突然一股不祥的气息迎面而来，就连身边的灯笼也无风自灭。而在箱子里放着的，竟是一本由人皮制作而成的书籍，虽然上面有佛珠缠绕，但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书上散发出的诡异气息，看样子是捡到宝贝了。与此同时，燃剑山庄的某处正在敲锣打鼓演奏欢呼，而站在最中间的正是二公子穆恩平，他这是在庆祝，因为今天他离庄主的位置又近了一步，而这还得多亏了一个人的帮助，那人正是消失多日的甘护卫。此刻燃剑山庄内，二公子为了拉拢甘护卫，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。甘护卫虽是满脸奉承之色，但早已猜到二公子心中所想，虚以为宜之后便欣然接受。可待宴会结束后，二公子再次向甘护卫确认穆青云真的失去了武功，对此甘护卫给予肯定的答复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穆青云已经死了，而那个冒牌货确实不会武功，这也不算是说谎。况且若是被人知道他护主不利，还导致主人被杀，那他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于是决定用冒牌穆青云的命向二公子投诚。可二公子并没有轻易放下戒备，虽然那小子原本就是个窝囊废，现在失去了武功也算是少了个对手，但我还是很好奇他究竟是如何失去武功的。面对二公子的质疑，甘护卫心中不由一惊，正思考该如何应对时，二公子却再次开口，为了打消甘护卫的顾虑，他让甘护卫不必担心，即使是你的失职，我也不会追究你的责任的。但毕竟两人都是千年的老狐狸，
又怎会轻易给人落下把柄？甘护卫再次拱手表示不能告知，并且保证绝对不会连累二公子。二公子口中说着自然相信的话，却又暗自提及甘护卫应该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杀手吧。听到那个地方，甘护卫虎躯不由一震。原本他以为二公子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，没想到对方早已将他调查得了如指掌，瞬间形势变得越发微妙。然而二公子并没有就此放手，他开始步步紧逼。难道这些也是不可言说的秘密？甘护卫被吓得连忙矢口否认。见甘护卫已经被自己完全拿捏，二公子这才果断收手。他不再多说什么，只是让甘护卫先行离去。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，二公子对甘护卫提供的信息仍抱有很大怀疑，随即下令属下查明甘护卫的意图以及穆惊云的真实情况。属下对此感到非常困惑，难道仅仅只是确认穆惊云有没有丧失武功吗？二公子冷冷一笑，那就顺便废了他那两条没用的双腿吧。与此同时，药堂地下室内，少年正拿着那本人皮古书端详了许久，指尖上能清楚地感受到上面传来的跳动，仿佛其中隐藏着某种强大的能量正在翻腾。尽管它并非活物，但少年知道这本古书绝对非同凡响。此刻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解开封印在上面的佛珠，可突然他的身后泛起一道黑雾，魔僧的身影渐渐显现。正当少年准备询问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魔僧的脸色骤变，仅仅只是扫视了一下少年手中的人皮古书，他便被吓得冷汗直冒，浑身颤抖。见此情形，少年露出了兴奋的神色，连魔僧都畏惧这本书的存在，看来的确得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。不过很快他就收起了这份激动，因为他派魔僧和古灿出去把风，如今魔僧却回来找他，那说明肯定有人来了。他倒要看看究竟是哪些碍事的家伙。此刻药堂外，二公子派来的杀手已经埋伏在树上，发现本应贴身保护主人的古灿却在门外把风。杀手知道三公子肯定在隐瞒什么，于是趁着少年睡着的时候溜进了房间。正当他想查验一下三公子是否真的失去武功时，惊讶地看到桌子上摆放着燃剑山庄的秘籍，霎时间就被吸引了过去。翻看几眼发现竟然是真的，杀手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。若是将他拿给二少爷，那庄主之位非二少爷莫属了。可这时少年的身影已经悄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一只手狠狠抓向他的头颅，猛然砸向桌面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少年露出了阴冷的表情。你来我的卧室有何贵干？难道也是来睡觉的吗？杀手瞬间大惊，自己竟被一个小子给算计了。可不等他说些什么，少年手上的动作越发猛烈，随即杀手便失去了意识。而当杀手再次睁开双眼，已经被倒吊在了房梁下。只见少年邪魅一笑，那冰冷的匕首狠狠扎入地板。我们是不是该好好谈谈了？就在少年制服杀手之后，听见动静的古灿连忙推开房门，发现躺在地上的男人，他一眼辨认出了这人是二公子的心腹赵一长。二公子向来爱惜人才，他奉劝少年最好不要乱来，可少年却不以为然，自顾自地驮着赵一长转身离开。而当赵一长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被倒挂在房梁上面。可面对少年那犀利的目光，他仍是大言不惭地出言威胁，声称自己是二少爷的人，倘若让他知道你这样对待我，那二少爷必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说罢还嚣张地让少年尽快交出秘籍，届时我会在二少爷那里美言几句，或许还可以保你不死。对此少年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即从口袋掏出一柄匕首。看来二哥真的很珍惜自己的部下，你都沦落到这种地步，还能仗着他的威风如此猖狂。说着还不忘帮他解开绳子。赵一长闻言还以为对方怂了，可没想到下一秒少年的手上赫然多出了一根手指。只见少年脸上露出一抹阴冷，询问赵一长这是谁的手指。赵一长一脸惊恐却又一脸疑惑，这明明是他的手指，可他为什么没有感觉到一丝痛楚？而这都是因为少年早已对他使用了麻醉散，中招者在2个时辰之内身体都不会有任何感觉。听到这里，赵一长顿时慌了。好了，从现在起，我每问一句，你若不回答，那么每一秒我便切下你一根手指。首先，二哥派你过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此时赵一长早已被吓得失了神，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也就在这犹豫的片刻，他的手指犹如切菜般被一刀刀斩下，瞬间赵一长的手指便所剩无几。正当少年准备砍下最后一根大拇指的时候，赵一长终于从恐惧当中反应了过来，急忙解释自己是来探查他是否真的失去武功的。听到这里，少年陷入了沉思，他推测看来是甘护卫投靠了二哥，随即再次提问，是甘护卫说的吗？赵一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看着眼前这个心思缜密的少年，赵一长也没想到，仅凭寥寥数语，他便洞悉了甘护卫的背叛，不禁开始怀疑这是否一开始就是他们的计谋。然而此时他已经顾不得想那么多，因为他从少年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杀意。他拼命呼喊恳求放了他，并且扬言誓死效忠三公子，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三公子做任何事情。而就在这时，少年一改刚才那阴狠的表情，露出了一副和善的笑容。刚好我也有一件事想拜托你，你现在可以帮我吗？赵一长听到这话，犹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连忙感谢少年的不杀之恩，只要是三公子的命令，我一定办到。话音刚落，只见一柄匕首径直穿过了他的脖子。与此同时，少年阴狠地看向眼前的男人，口中只是冷冷一句，那就借你的血来用一下吧。而少年之所以如此，为的就是解除封印在魔书上面的佛珠。在此之前，他从那本阴阳家古籍中了解到，正气之物能够封印邪祟，也就是说冤死之人的血或许能解开封印。于是他将赵一长的血全部滴到了魔书之上，仅仅片刻，书上的佛珠便开始寸寸碎裂。正当少年思索这本书里究竟封印着怎样的存在的时候，盒子里的鲜血开始剧烈翻涌，然后不断向周围扩散。与此同时，魔书上方出现了一个由无数血气凝聚而成的茧蛹，而就在里面的东西破茧而出的时候，整个空间被汪洋血海笼罩。只见一条纤纤玉腿一步踏出，一位身着红衣的曼妙女子朝着少年径直走来。
那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根本不是陆灵能够达到的。根据阴阳家古籍中记载，鬼灵还有第5个等级，清灵。此刻少年也不知道自己这算是走运还算是倒霉，而就在这时，女子口中传来一声跪下，一股莫名的威压席卷而来，少年的身体硬生生被压在地面无法动弹。愚蠢的人类，把你的灵魂交出来献给本座吧！作为死了100年以上的冤魂，清灵这种鬼灵至少需要数十人才能将其制服。这一刻，少年缓缓起身，他终于亲身体会到了书中为何会作此描绘，果然是非常危险的存在。看到眼前的少年竟然还有余力起身，女子眼眉轻挑，不禁对他开始产生了兴趣。少年并没有放弃抵抗的意思，甚至还调侃对方只不过是个没有身体的鬼灵，什么都做不到。既然你那么想要得到我的身体，那就用武力来抢吧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只见红衣女子只是轻轻抬手，地面上瞬间激发出一股鲜血，形成尖锐的利刃，直接戳穿了少年的腹部，深深的留下了一个大洞。少年就此轰然倒地。然而红衣女子并未停下手上的动作，第2根血刺疾驰而出，无情的将少年的半张面孔摧毁殆尽。少年口吐鲜血，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然而他始终没有屈服。看到这一幕，女子心中也感到无比震惊。明明是如此脆弱的人类，乖乖献上自己的灵魂不就好了吗？然而眼前的少年仍然坚韧地挺立着，这小子绝非等闲之辈。于是他再次挥手，将少年狠狠地甩上了屋顶的横梁之上。凡人，我给你个提议，只要你愿意献出灵魂，我便实现你一个心愿。面对红衣女子的提议，少年疑惑了，对方明明占据绝对优势，为何还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？红衣女子则解释称，若是继续战斗下去，恐怕会伤害到少年的灵魂，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。如若你选择拒绝，那么我会毫不留情地将你斩杀，届时我再寻找其他合适的灵魂替代。闻听此言，少年表示他确实有一个心愿，这使得红衣女子立刻兴奋不已，迫不及待地追问是有人背叛了你，还是有人杀了你心爱的家人？无论对方是谁，本座都可以让对方灰飞烟灭。然而少年却轻蔑一笑，我的愿望就是闭上你的嘴，然后乖乖成为我的侍神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红衣女子，当即便决定让这个愚蠢的家伙品尝一下割骨削肉的滋味。只见红衣女子再次挥手，无数血色尖刺如同箭矢般朝少年射去，瞬间将他的身躯撕裂成碎片。与此同时，少年的灵魂仿佛陷入了无尽的血海之中，他身体不断的下沉，越来越深，可周围的血海却让他感觉与以往的血液气息不同。曾经那些鲜活的血液充满了活力，有着热气和温度，是生命的气息，而如今他所接触到的唯有死亡的冰冷。这一刻，他猛然睁眼，幻境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打破，无数裂缝骤然浮现，结界瞬间破碎，一道恐怖的冲击波将红衣女子也震飞出去。少年就这样毫发无损地走出了幻境。红衣女子满脸的难以置信，实在无法接受眼前这个少年竟能轻易破解她的幻术。可她仍不死心，她再次挥手，一只血色蝴蝶幻化而出，朝着少年缓缓飞去。而当血色蝴蝶接近少年之时，他的脸上也被划开了一道血痕。然而少年甚至连眼皮都未曾眨一下，依旧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。此时红衣女子再次震惊不已，她的幻术即便是一流的方式也未必能够破解，而眼前这个少年却如此轻易地做到，难道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吗？就在这时，少年却突然放声大笑，引得红衣女子咬牙切齿。纵使你成功破除了幻境，你以为就能改变当前的局面吗？少年冷冷回应道，他只不过是想起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。听到这里的时候，红衣女子明显有些慌了，而当看到那本封印她的人皮魔书，她知道对方已经知道了她的弱点。没错，越古老的灵体通常越需要一个可以容身的媒介，而这本书恰恰就是他的媒介。而就在这时，只见少年张开大口开始疯狂撕咬书皮，与此同时，一道道血痕从女子身上浮现，他有些瞠目结舌，力量开始肆意。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家伙竟然将书皮撕破。要知道这本书充满了妖气，就连一流方式都无法将其破坏，只能勉强将其封印，如今却被这个小鬼撕破了。红衣女子发疯一样扑向少年，死死扼住少年的脖颈。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尽快结束这个少年的生命。但少年的口中依然咀嚼着书皮，还疑惑地询问女子为何不直接夺走人皮古书。然而其实他早已洞悉真相，红衣女子根本无法触碰到这本诡异的书籍。红衣女子气得咬牙切齿，威胁少年立刻将书吐出来。然而少年却毫不犹豫地将其吞入腹中。与此同时，他体内血气开始肆意翻涌，身体犹如第一次吃下毒草时一样，仿佛就要四分五裂。不过此刻少年却感受到眼前这个鬼灵内心深处的愤怒，这种愤怒远超肉体所承受的痛苦，就像他一样，渴望向某个人复仇，那是一种仇恨的怒。此时红衣女子口中不断咒骂少年简直是个疯子，双手更是紧紧掐住少年的喉咙，少年当场口喷鲜血。就在此时，两人目光相接的一刹那，红衣女子的记忆如同洪水猛兽般涌入少年的脑海。下一秒，少年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，他的周围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身负重伤的红衣女子正在苦苦支撑，只见她撕扯下身上的衣物，将双手和长剑紧紧缠绕在一起，剑尖直指宝座之上的那个男人。尽管少年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，但他能清楚地感受到红衣女子心中滔天的怒火。宝座上的男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红衣女子，这使得红衣女子更加愤怒，她拼尽全力地朝这个男人冲去。就在两人激战的一瞬间，
仅仅一个回合，男人的手掌便穿透了红衣女子的胸膛，甚至直接将她的心脏挖了出来。红衣女子就这样无力地倒在了楼梯之下，眼神中写满了无尽的绝望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人影挥舞着武器，一刀刀地刺入她的身体。少年亲眼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，红衣女子最后连一具完整的身躯都未能留下，就这样她被制成了这本诡异的人皮魔书。与此同时，少年从记忆中猛然醒来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胸口不知何时竟多出了一根红线，并且与红衣女子紧紧相连。只听哇的一声，泪水如同决堤的江水从女子的眼眶中奔涌而出，她竟然成为了少年的式神。愤怒瞬间吞噬了他的理智，气急败坏下一把掐住了少年的脖子，命令对方立马解开与自己的契约。可下一秒，他的脖子上赫然浮现出一道深深的掐痕，一股突如其来的窒息瞬间席卷全身，他又气又恼，可却无可奈何，最后只能愤然转身，躲到一旁独自生闷气。而这一幕放到少年眼中，立马让他恍然大悟，原来式神会和主人共享痛苦，这不禁让他想到了魔僧。之前自己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，现在他又怎样了呢？此刻屋外，魔僧正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，之前发生的一切全都映射到了他的身上，然而没有得到少年的命令，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痛苦。与此同时，红衣女子也渐渐恢复了平静，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。眼看对方并不想理睬自己，少年于是率先开口询问：既然我们以后都要在一起，那是不是应该互通一下姓名呢？我叫穆惊云，你呢？然而红衣女子仍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，少年只好使出最后的绝招：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以后我就叫你红色金龟子好了。红衣女子又慌又怒，大骂少年是不是疯了？小子，你竟然戏耍本尊！少年听到这话却是哈哈大笑起来，暗道自己的计谋起作用了，于是调侃起了对方：看来你好像是不乐意啊。红衣女子被少年这番操作整得哑口无言，然而一向高傲的她仍是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。你们这群蝼蚁没有资格知道本座的姓名。少年不禁哑然失笑，最后只好随口给红衣女子起了个名字，根据鬼灵的等级，她现在是青灵，那以后我便叫你青儿吧。红衣女子冷哼一声，再次转过头去。少年无奈轻叹一口气，没想到这女人的自尊心竟然这么强，可自己又无法凭借武力打败她，还真是麻烦，看来只能慢慢哄了。片刻后，少年将注意力放到了那本人皮魔书上。青儿，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红衣女子依旧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挥挥手示意他很忙，不要跟他说话。少年无奈之下只能自己翻阅里面的内容，只见里面全是用血写成的符文，虽然杂乱无章，但却让少年感到很有意思。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也引起了红衣女子的注意，本以为对方只是随便看看，谁知下一秒，少年竟准确无误地读出了上面的咒文。而当咒文被读出的一刹那，一股诡异的力量不断涌入少年的身体，那只握住魔书的手竟然和人皮粘在了一起。红衣女子大惊，她不敢相信少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，你怎么会者自述？少年不明所以，就在他感到疑惑的时候，一股黑气骤然浮现，开始不断侵蚀他的身体。红衣女子大感不妙，连忙惊呼：小鬼，赶紧屏住呼吸，放空大脑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少年听从，只是屏气凝神。渐渐的，那诡异的黑气逐渐稳定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扑通一声，粘在手上的魔书也掉落在了地上。红衣女子大为震撼，如此轻松就解开了扭曲的者字术，一个不会武功的家伙居然有这种能力。这一刻，她破天荒地露出了一抹笑容。生前她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幕，没想到死后还能有幸目睹。这个少年果然是个奇才。这边少年摆脱危险后，一屁股瘫坐在地面，他不明白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是你的术士失去了控制，过程中呼吸出现了问题。听到女子的解释，少年还不忘调侃一句：你现在终于肯和我认真说话了。女人慌忙解释，她只是怕对方乱来连累到自己，所以者字术到底是什么？那是一种能够通过体内能量产生吸力的方法。少年却更加疑惑了，为什么我会感到肚子疼痛、血管紧绷？这都是因为你没有正确使用者字术，体内产生了逆流，气息因此变得紊乱不堪。说完这些，红衣女子便指挥少年将赵一长的尸体摆好，你按照刚才的方法，再在这人的身上重复一遍。只见少年口念咒语，手掌上再次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吸力，但和之前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他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气息，正顺着血管向他的丹田凝聚。看样子你已经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，这就是者字术，它可以吸取万物，即使是内力也不例外。少年对此颇为震惊，这难道就是卜灿所说的内力吗？内力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锻炼出来的，如果以这种方法，那他岂不是可以通过吸收他人的内力快速变强？正当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无敌的时候，刚才吸收的内力却突然间消散开来。原来内力的修炼需要搭配特殊的吐纳之法，这样丹田才能将其牢牢抓住。由于这样凝聚的内力有一种特殊性，它不容易和别人的内力混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想要通过者字术凝聚内力显然是行不通的。少年倍感失望，然而女子却劝他不必沮丧，者字术有这个用途就足够了，毕竟这仅仅是破丝巴士的基础，即便只是学会了其中的一招，也能感受到其中无穷无尽的奥妙。虽然你吸收的内力会立即消散，但你仍可以通过运气口诀将其凝聚到手掌。这话听到少年耳中，却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原来运气口诀只是为了引导脑海中产生星象幻想，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能将内力凝聚到手掌。红衣女子认为少年根本无法做到，因为对于新手来说，没有运气口诀，纵使天赋异禀也无济于事。然而打脸总是出乎意料的快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刚刚散去的内力此刻却缓缓向少年手掌凝聚。只见一拳轰出，那粗大的梁柱竟轻而易举折为了两段。
这一幕彻底震惊了红衣女子。她生前见过无数奇才，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出色的孩子。一个完全不懂武功的菜女，竟然在没有口诀的情况下施展出了破丝一式。此刻少年沉浸在那一拳的威力当中，怪不得大家都想要学习武功，只要学会了这个，杀人就更加容易了。这话却让女子再次感到无比惊讶。这小子不仅仅是厉害那么简单，甚至还看破了武功的本质，那就是如何有效地杀死对手。而就在这时，少年迫不及待地再次询问起了破丝八式的第二式是什么。女子正想回答，突然却想到了什么，随后一脸傲娇地转过头去，差点又被你骗了，本座绝不会帮你的。刚才稍没忍住就说漏嘴了，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老东西一直喊着要收徒弟了。看见女子再次摆出了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少年不免感到有些失望。原本打算询问一下自己手上的那股黑气是怎么回事，但眼下这情形，想必现在问了他也不会回答我，倒不如自己慢慢探索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石夫人的护卫胡英来到了鬼影阁，然而刚踏入房间，眼前便出现了一堆瘆人的木雕，这不免让他有些背脊发凉。就在他准备说话之际，旁边的烛台毫无征兆的自行燃烧起来，周围的一切无时无刻透露着一股诡异的气息。他赶紧将方士淼幸被三公子杀死的事情说出，并且表示对方如果愿意接下杀死三公子的委托，戴夫人将会额外增加400两作为报酬。可当他把话说完，周围仍旧一片死寂，只有烛台此刻无风自灭，看来是成了。胡英立刻转身告辞离开。明明房间里空无一人，但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紧紧地盯着自己，这种感觉让他感到毛骨悚然。在胡英离开之后，刚才空无一人的房间，此刻却赫然多出了几道身影，他们手持法杖，头戴面纱，全都围在淼幸的尸体旁边。根据胡英的描述，他们很快便确认了三公子应该是动用了鬼灵，而且还是皇灵级别的冤魂，但他们又感到疑惑，冤魂是不可能成为式神的，也就是说这个人会相当危险。随即阁主轻声一句，你们之中的一人即刻动身前往杀了这个三公子。此刻燃剑山庄内，少年一起床便吩咐古灿拿来了一个火盆。正当古灿好奇他想要干什么的时候，少年从怀中掏出了2本武功秘籍，竟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绝世心法。一脸懵逼的古灿瞬间震惊不已，然而下一秒，少年毫不犹豫将其撕成粉碎，一把扔进了火盆。古灿还没来得及清醒，便再次发出了一声惊呼，如此暴殄天物，简直就是个疯子。三少爷，虽然我知道你不会武功，但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这本秘籍，你明明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的。少年却不屑一顾，直接将一本新的秘籍甩到他的脸上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要烧了他。真正的功法已经全都保存到了这里，所以现在只有我才能利用它。听到这里，古灿恍然大悟，可少年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更为震惊。在太阳升起之前，务必将这本秘籍送到石夫人和二公子的手上。古灿既惊讶又疑惑，他不知道少年到底想要干什么。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想得到它吗？恰巧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，所以如果能和家人们一起分享，你不觉得这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吗？此刻看着少年脸上那阴森的表情，古灿完全无法想象眼前之人的城府到底有多深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刚护卫一起床便开始整理房间，然后将今天需要完成的事情仔细检查了一遍，这是他在当杀手时就养成的习惯，严格按照计划好的方式生活。不过很快他就不需要这样了，因为只要他能成功帮助二公子坐上庄主之位，他就能成为燃剑山庄的长老。想到美好的生活正在向他招手，心情就变得无比舒畅。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，此时下人前来通知，二少爷找他有事。片刻后，穆恩平的房间内，刚护卫头破血流，愣愣地站在那里。原来赵一长的失踪让穆恩平气急败坏，他将一切都归咎到了甘护卫的身上。甘护卫一时间也不明所以，但他仍信誓旦旦保证自己绝对没有欺骗二公子。可二公子此时早已对他已经失去了信任，拿起桌上的砚台便砸向甘护卫的脑。以甘护卫的身手，他本可以躲开，但他并没有，因为如果此时继续忤逆二公子，那他易主的计划就泡汤了。他付出了那么多艰辛，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于是强忍头上的疼痛，以自己的右臂起誓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给您一个交代。看到甘护卫一副不像说谎的样子，穆恩平沉思了片刻，很好，那就证明给我看，如果你能在2个时辰内找到赵一长，我就相信你，但如果你没有做到，你将失去的不是手臂，而是你的生命。片刻后，甘护卫愤愤地离开了房间。此刻他思绪飞转，自从那个假货出现后，所有的一切都偏离了他的计划。虽然是那家伙的可能性很低，但如果他耍了什么诡计，自己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想到这里，他头也不回地朝着少年的房间走去，可没走出多远，竟迎头碰上了古灿。看到古灿全然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甘护卫气急败坏，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。我不是告诉你一刻都不要把眼睛从那小子身上移开，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？古灿本就心里有鬼，被一顿怒斥瞬间便露了怯，可嘴上还想狡辩。就在这时，甘护卫突然发现古灿怀中的那本秘籍，古灿顿感不妙，想要阻止，可一切为时已晚。当看到封面写的名字，就连甘护卫也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。这段时间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这一刻，愤怒彻底占据了整个身体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。不久后，甘护卫拖着古灿走向少年的房间，他一把踹开房门，将古灿整个身体扔了进去。然而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，少年却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恭候多时了，甘护卫。那泰然自若的样子让甘护卫不禁大声咆哮了起来，他一把掐住少年的脖子，质问少年到底对二公子的护卫做了什么。可少年却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，你觉得一个连武功都没有的人能对他做些什么呢？甘护卫知道少年说的确实如此，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毕竟眼前的少年毫不犹豫就将真正的三公子杀了，如此深的心机又怎么会乖乖听话呢？
这一刻他才猛然惊醒，一定是这个家伙杀了赵一长。想到这里，甘护卫直接掏出了匕首，这样的人绝对不能让他活在世上。而这边看到甘护卫掏出了武器，少年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。随着一道剑芒划过，鲜血四溅。然而少年并没有死去，甘护卫并不甘心就这样结束。整整3年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为了进入燃剑山庄，我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每天还要做着各种杂活，好不容易坚持到现在，可如今却都被你给毁了，所以我必须杀了你，不然我也会死在这里。说到这里，甘护卫却从怀里掏出了那本心法。不过现在你还有一次机会，告诉我剩下的秘籍在哪，或许我还会饶你一命。眼看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，少年冷冷一笑，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眼看软的不行，甘护卫再次将匕首对准了少年的脖子，威胁对方如果不将秘籍交出来，那他就一刀一刀割下少年的血肉。我相信到时你一定会乖乖把秘籍交出来的。少年只能轻叹一口气，好吧，我现在就给你。听到这话，甘护卫顿时就兴奋了起来，伸出手就向少年索要秘籍。可下一秒，少年却将自己的手放到了甘护卫的手上。现在我已经给你了，秘籍都记在了我的脑子里。甘护卫瞬间大怒，就在他想要好好教训一下对方的时候，少年却直接握紧了甘护卫的手掌，一股诡异的力量涌现，甘护卫的内力开始沿着手掌不断向少年的身上汇聚。我还在考虑这一招要用在谁的身上，没想到你竟然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。甘护卫闻言大惊，他想要抽回手掌，可任凭他怎么用力都收不回来。惊慌失措之下，他举起匕首就朝着少年刺去，幸好少年及时闪避，这才躲开了致命的一击。不过两人的手也在这个时候分开了。随后甘护卫一脚将少年踹飞了出去，但此刻他的手也已经失去了知觉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做到的，但他深知只要稍微晚上片刻，自己的小命恐怕就难保。这一刻甘护卫杀心四溢，他没有了任何犹豫，举起匕首就准备将少年彻底抹杀。感受到对方那滔天的杀意，少年知道仅凭刚才的手段，想要和一流高手对抗还远远不够，于是他果断召唤出了魔僧。随着一声令下，甘护卫的手以一个诡异的姿势停在半空。正当他诧异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少年一把接过掉落的匕首，狠狠地扎进了甘护卫的身体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甘护卫连连后退，好在被刺的地方没有造成致命伤害。现在的他已经开始后悔将这样的祸害带回这里了，但幸好自己还留了一手。你应该没有忘记毒丹吧？如果继续打下去，我和你只能两败俱伤，不如我给你解药，你放我离开怎么样？此刻甘护卫想着只要低个头，后面再找机会杀了对方也不迟。然而话音刚落，甘护卫却口吐鲜血跪倒在地上，他陷入了疑惑，明明这点伤害根本无法伤及他的性命，为什么如今却伤得这么深？突然他恍然大悟，是毒药。你究竟是什么时候下的毒？你的匕首沾了我的鲜血，我从小就吃了很多毒草，所以我的血液就是剧毒。至于你给我吃的毒丹，对于我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此话一出，甘护卫犹如晴天霹雳，这一刻他终于体会到了死亡的恐惧。刚才还嚣张无比的他立刻就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，可他还不想死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，我愿意当你的狗，永远效忠你。然而少年依旧神情冷漠，虽然你的态度让我很满意，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这么做的话，或许我们还能成为不错的同伴。说罢，少年狠狠一用力，甘护卫胸口的匕首彻底没入了身体。像他这种随时都会更换主人的狗，又怎么可能会忠心？所以少年绝对不会让对方留在自己的身边。渐渐的，甘护卫在无尽的懊恼与不甘中失去了意识。做完这一切，少年起身伸了伸懒腰，虽然花了点心思，但能这么快将这个心腹大患解决，少年也觉得自己很走运。随后他将目光看到了一旁的古灿身上，甘护卫并不知道秘籍的事情，看来这家伙的嘴巴还挺严。对于这个家伙，少年也越来越满意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一把叫醒了还在装死的古灿，快点给我起来！打架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你在那偷偷挪动身体了。古灿略显尴尬，原来这里的一切都在少年的掌控之中。片刻后，少年让古灿清退周围的人，而他则独自留下来处理甘护卫的尸体。他再次将手放到了甘护卫的身体上，和之前一样，一股温暖的能量不断涌入他的体内。但这一次他并不是想要吸取甘护卫的内力，他其实是想要确定另外一件事情。随着甘护卫的内力被吸收殆尽，一股浓郁的黑气瞬间暴涨，这正是人死亡之后散发出的死气。和内力不同，这股冰冷的气息在进入少年的丹田后并没有散去，这种感觉让少年犹如回到了镰刀鬼的时候，而这一幕全都被青灵看在了眼里。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旁边这个秃驴为什么会听从少年的使唤，他简直比修罗恶鬼都还要恐怖。少年的魔功或将迎来突破，按照正常的运功方式，只要沿着经脉调息就能将真气凝聚到丹田，可少年却偏要逆其道而行，反方向运转功法，这可把青灵高兴坏了，因为这将是他弑主复仇的最佳机会。此刻二公子的房间内，作为穆恩平的首席护卫，陈阳认为甘护卫应该不敢说谎，可二公子却不这样认为。在他看来，即使甘护卫说了谎，也应该是那种不会被马上被识破的谎，因为他深知像甘护卫这种人，不仅欺软怕硬，而且如果一开始就对他好，那后面他肯定会肆无忌惮爬到自己头上来。所以对付这种人，需要让对方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因此，在真相查清楚之前，二公子需要表现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，只有这样甘护卫才会卑躬屈膝跪倒在他的面前。闻听此言，对于二公子的驭人之术，陈阳深表佩服。像甘护卫这种忠诚度低的人，确实需要一点点考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护卫韩生突然前来禀报，甘护卫试图想要杀死三公子，而且三公子在外堂接受调查时说，指使他的人就是穆恩平少爷。闻言，房间里所有人瞬间大惊。先不论甘护卫为什么突然做此举动，就凭三公子对他的诬陷，穆恩平就被气得火冒三丈。他大声质问甘护卫去哪里了，然而却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甘护卫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穆恩平顿感不妙，
他拿起武器就准备找三公子对峙。众人见状连忙上前阻止，如果现在对三公子出手，无疑就是证实了他的说法。穆恩平气急败坏，那难道我就这么坐以待毙，要让那混蛋嘲笑我吗？突然陈阳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或许我们可以联系那个地方的人，如果三公子所说为实，那么让他们出手应该会比预料中更加简单。毕竟甘护卫所属的那个组织，据说在暗杀方面非常自信，根据他们的铁律，是绝对不会容忍刺杀失败的，即使是退出组织的杀手也没有例外，所以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。稍后我就去联系他们。听完陈阳的建议，穆恩平这才一改刚才的愤怒。画面一转，此时的少年正按照秘籍的方法修炼内力，然而不管他怎么尝试，当真气运转到丹田附近时，就会莫名其妙的散掉。于是他叫来了古灿，想要问问对方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可古灿在听完少年的疑惑后，却是一脸尴尬。昨天还连武功都不会的家伙，一个晚上就想感受到真气，这个家伙怕不是疯了吧？此刻他真想对着少年一顿痛骂，可想想对方毕竟是个孩子，不懂装懂也属正常。况且如果真的这样做了，后面肯定会被揍一顿。无奈只能表示让他来测试一下，我把真气输送到你的体内，帮您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随后两人盘膝而坐，随着功法开始运转，少年的身上同时凝聚出一股股真气，这让古灿感到无比震惊。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可以运转真气，而且从真气流转的情况来看，少年的穴道竟然没有丝毫堵塞。这种情况哪怕是内功高手，每天推功过血也难以做到。难道这个家伙真的是矿物奇才？随着古灿的真气进一步往少年的丹田运转，一股冰冷到毛骨悚然的能量骤然出现，下一秒竟硬生生弹开了古灿的双手，而少年凝聚的真气也不出意外的全部消散。见古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少年让他不必隐瞒，实话实说。其实对于那股诡异的能量，古灿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，少年确实无法在丹田上凝聚内力。少年感到一丝沮丧，难道自己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？这时古灿却继续说道，细细想想，您丹田上的那股能量似乎不像是正常运气产生的，反而有种完全相反的感觉。此话一出，古灿马上就后悔，连忙解释这不过是他的推测，让少年千万不要当真。可少年听后却陷入了沉思，或许你说的很对，我应该逆转方向来运气调息。闻言，古灿大惊，要知道逆行运气是很容易走火入魔，他想要大声劝阻，可这时一道血雾却将他牢牢困住。只见青灵的身影犹如鬼魅般出现，他嘘了一声让古灿安静。对于弑神来说，如果对契约者下手，他们就会遭到反噬，但如果契约者自行身亡，弑神就能因此得到解放。这一刻他已经期待很久了，等你变为灵魂之后，我一定会亲手把你撕成粉碎。与此同时，山庄某处，大夫人见到了鬼影阁派来的方士，可对于此人，大夫人却感到很不放心。淼信这么厉害的人都被杀了，鬼影阁竟然只派了一个人来，而且从声音上听来还是个年轻的女子。除此之外，这淼信的尸体怎么又带了回来？对此来人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原来她是淼信的师姐，名为硕，而这尸体则是用来寻找杀害她的凶手。只见方世硕缓缓开口，在找到杀害我师弟的凶手前，我还需要确认一件事，是否要帮您除掉三公子。闻言，大夫人先是一阵惊讶，随后却又欣然一笑，你的做事风格倒是令我很满意。在得到大夫人的确认之后，只见方世硕手掐印诀口念咒语，下一秒淼信的尸体竟诡异般的张开了大嘴。与此同时，方世硕再次打出几道手印，然后举起桃木匕首狠狠扎进了淼信的尸体。只见一股股诡异的能量浮现，淼信的身体上隆起一颗颗恶心的肉球，紧接着化为一只只触手沿着七窍钻出，最后形成一只巨手朝着少年的方向涌去。此刻身在房间中的少年并未感觉到危险已经降临，然而青灵却率先察觉到了异样。可就在他反应过来的同时，那一只只巨手已经抓向少年的头颅。少年第一次修炼神功却反其道而行，沿着经脉逆行调息，将所有人避之不及的死气吸入体内，这可把青灵吓了一跳。要知道活人吸收死气将必死无疑，可少年不仅没事，反而还魔功大成。然而就在刚刚，少年还处在濒死的边缘，随着无数鬼手朝着少年的头颅抓去，幸好魔僧率先做出了反应，他一个闪身便挡在了鬼手身前，可单凭他一个小小的皇灵根本无法与之抗衡，随意一击便被拍飞了出去。青灵在看到这一幕后也顿感不妙，而这边方世硕的施法仍在持续，手上的桃木匕首一起一落，疯狂地扎在淼信的身体上，每扎一下，其痛苦就会毫无保留地通过鬼手传到触碰者的身上。这一幕看在大夫人眼中却让他兴奋无比，没错，就这样让那个小鬼尝尝什么叫做痛苦的滋味。然而这个想法最后还是没能如愿，因为此时青灵也出手了，他不急不缓吐出一口青烟，只是轻轻抬手，那满地鲜血便化为了无数利刃，将所有鬼手尽数斩断。他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如此大胆，竟敢破坏他的计划。只见他眼神一凝，瞬间便洞悉了背后的一行人，随即他大手一挥，一声寂灭传出，一道恐怖的能量顺着鬼手传到方世硕的身上，瞬间连同淼信的尸体一起震飞了出去。方世硕口吐鲜血，冷汗直冒，竟然能通过鬼手逆向施法，对方的等级恐怕远远不止皇灵级别。他轻叹一声，大夫人，看来我们的交易需要调整一下了。听到方世硕想要临时改变交易条件，在场所有人都疑惑了。刚才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如果想要我用生命来作为赌注，那这次任务的报酬必须提高到1000两。闻言，大夫人眉头紧皱，难道那个家伙已经变得这么危险了？一般来说，等级到达了皇灵这种级别，
就可能对人类造成生命威胁。而你们口中的那个家伙，他的鬼灵等级可远不止于此，但凡有一点点失误，就会万劫不复。不过你们请放心，虽然大部分方式都无法对付这种级别的鬼灵，但我不一样，就像鬼怪之间有等阶之分，方式之间也有，而我的等级比淼信高出了2个级别。说罢，只见方世硕神情一致，抬手摘下斗篷，一张清秀的面孔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大夫人震惊不已，在得知对方竟然还是鬼影阁3大术法大师之一，原本怀疑的态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与此同时，方世硕大步朝着门外走去，透过灯光，他的身上竟幻化出了一只诡异的黑影。我向你们保证，接下来三公子绝对不会安然无恙。画面一转，刚才发生的一切让青灵很生气。如果少年在逆行运气的过程中死亡，就无法被认定为是自杀身亡，那他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就没了，所以他必须保护少年不受任何打扰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他的意料，此时少年的身上泛起了一股股黑气，青灵大惊失色，他不敢相信一个活人竟然能够吸收死亡之气，眼前这个小鬼每天都在刷新他的认知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这惊人的天赋的确让他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此刻，少年看着手上那团团黑气，轻笑一声，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，只要通过这种方法，真气就不会散掉。只可惜这种黑气还是太少，没办法在丹田处凝聚出内力。然而这话却让青灵感到一阵无语。正当少年疑惑为什么青灵会这样看着自己的时候，发现整个房间变得乱七八糟。此时的魔僧遍体鳞伤坐在一旁，而古灿也在地上倒头就睡。难道是因为年轻真好？青灵一脸尴尬，正想找个借口搪塞过去，这时魔僧却神情严肃起来，下一秒就凑到少年面前偷偷告起了状。你这吃里扒外的秃驴，明明刚才也有你的份。青灵傲娇的扭过头，你这小鬼，我救了你，你竟然连句感谢都没有。少年正想开口，然而下一秒诡异的一幕发生，只见一团团黑影沿着房门涌进房间。你这家伙还真是吸引了不少令人讨厌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疯子会选这么恶心的东西来操纵。听到青灵的话语，少年蹲下身子准备查看，然而眼前的一幕也让他感到一顿恶心。一场专门针对少年的杀局，没想到随着一股诡异降临，却意外造就了一个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天魔。随着一团团黑影涌入房间，少年亦被眼前此景惊得愣在原地。那团黑影竟是由无数毒物构成的昆虫大军。据古时传闻，世间有鬼怪为祸人间，他们被统称为魑魅魍魉，而其中有一凶兽名曰囚鱼，它长着鸟的外形和蛇的尾巴，能够通过召唤昆虫袭击人类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，恶殍遍地，是令人闻之色变的凶物。然而此刻这一凶物却成了方世硕的式神。对于方世硕来说，其实淼信的死活他并不在意，他只是觉得一个熟悉面孔就这般被杀，让他感觉很不爽，所以三公子穆青云必须死。只见方世硕一声令下，囚鱼张开翅膀朝着少年的房间飞去。与此同时，昆虫大军张牙舞爪开始发动进攻。然而此刻的古灿仍在床上呼呼大睡，直至少年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这才将他从美梦中惊醒过来。然而等他刚爬起身，手上就传来阵阵剧痛，仅片刻功夫，他的手掌就被那些毒虫咬出一个个窟窿。少年让他赶紧运转真气保护自身，可即便如此，少年也深知这不过只是拖延些许时间罢了。毕竟如此多毒虫，若不想办法处理，迟早会被他们吞噬。就在这时，身旁的青灵却开始幸灾乐祸起来，那事不关己的样子让少年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们不是共生关系吗？难道你不应该帮帮我吗？可青灵听后仍是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要是你将灵魂献给我，或许我会答应帮你。很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等死吧。说完，他再次拿起枕头与毒虫激战起来。随着形势愈发危急，青灵终于缓缓开口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吧。要是你真的到了濒临死亡之际，就算你输了，届时你要主动献出你的灵魂。反之，如果你能凭借自身力量化解危机，那往后我就会全心全意辅佐你。此话一出，少年瞬间露出了阴谋得逞的表情。交易达成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说罢，只见少年神情瞬间严肃起来。五护卫，帮我找些能够燃烧的东西来，我要在这里生个火。古灿大惊，在此处点火无异于自掘坟墓。少年究竟想要干什么？但想想此时也没有其他办法，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灯笼，但虫群早已将他们重重包围，想要把灯笼拿过来谈何容易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少年轻轻抬手，一股吸力涌入他的手掌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灯笼就这样飞到了他的手上。这一幕把古灿吓得不轻，可此时已没有时间过多解释了。少年迅速点燃一块布条，他要用这种方法找出幕后黑手。其实在一开始，少年就洞悉了一切，如此多毒虫必定是有人在背后施展法术。一般而言，普通人是很难接触到方式的，但大夫人却是个例外。也就是说，在大夫人的身边必定有一个术法大师，而他之所以要制造一场大火，为的就是引出那个幕后黑手。然而就在布条刚刚点燃的时候，一团黑雾突然出现，瞬间就将火苗扑灭。与此同时，门外一道身影缓缓走来，真是愚蠢，这点小伎俩也想瞒过我。只见方世硕若无其事地穿过虫群，他的右眼泛起一道白光，这正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，能够看到另一个世界，一个由气组成的世界。此刻在他眼中，少年被一股红色的真气团团包裹，同时他的身上连接着2条红线。终于找到你了。说罢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整面墙壁被方世硕一掌轰飞。见幕后黑手终于出现，少年冷冷一笑。下一秒，魔僧的身影悄然出现在方世硕的头顶，然而方世硕却面不改色，只是轻吐一句定，一只巨手凭空出现，魔僧就这样轻而易举被压制在地面上。不管你们做什么，都是无用的。眼看形势越发不妙，
武灿掏出一枚飞镖想借机偷袭，可此时方世硕早有准备，只见一道雷符掷出，武灿手上的飞镖还未来得及抛出就被打飞了出去。少年一把接过掉落的飞镖，正想还击，可这时球鱼的翅膀猛地一扇，无数虫子就朝着少年疯狂扑去。本就没学过武功的他一下就被拍飞了出去。然而方世硕并没有就此停手的意思，无数毒虫犹如龙卷风将少年死死缠绕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诡异的黑气悄然升起。少年只是朝自己挥出了一剑，却让冷艳冰霜的少女跪地求饶，只因他展现出了活人无法拥有的能力，将一切死气据为己用，化身魔神。此刻魔僧被触手压制在地面，根本无法动弹，整个局面轻松就被方世硕控制了，这不禁让他以为自己判断失误了。难道对方的鬼灵不是绿灵级别？他轻轻抚摸着球鱼的羽毛，夸赞他干得漂亮。可就在他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，一股诡异的黑气从少年的身上涌起，感觉到这不同寻常的气息，方世硕愣住，同时少年的身影犹如鬼魅般重新站了起来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他手上的匕首快速划破自己的身体，鲜血瞬间喷洒而出，周围的毒虫在接触到血液的那一刻，犹如陨石纷纷坠落向地面。可即使如此，少年也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他举起匕首再次洞穿了自己的手掌，然后让鲜血顺着头顶洒满了全身。看到这诡异的场景，就连身经百战的方世硕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。此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，而就在他愣神的片刻，少年疯狂地朝着方世硕的方向冲去。我的血液是致命的毒药，所以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杀虫剂。说罢，少年手上的匕首狠狠刺向方世硕的身体，幸好方世硕及时反应过来，这才显而又显地躲开了一击。此刻他深知毒虫已经无法伤害到眼前的少年，所以他只能依靠球鱼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。随即方世硕再次手掐印诀，口念咒语，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一股庞大的能量在他手心凝聚。可少年又怎会等他将法术施展完成？霍斯巴氏第一式，只见一股恐怖的吸力涌向少年的手掌，没有丝毫反抗之力，球鱼就这样被吸到了少年的手掌上。见此一幕，方世硕大惊，虽然他不知道少年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，但此时的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，球鱼是他最后的依仗，绝对不能落入他人的手上。他停下一切动作，朝着少年扑去，然而还是为时已晚。只见少年手掌稍稍用力，方世硕就感受到了球鱼身上传回的痛苦。而令他更为震惊的是，此刻球鱼身上的死气正在被少年肆无忌惮的吸收。这一场景已经完全超脱了方世硕的想象，哪怕是鬼影阁最资深的长老，也没有见过活人在吸收死气后能活下来的。然而眼前的少年不仅吸收了，甚至还将其化为了自己的力量。而这边少年也没有想到，他本来只是想抓住球鱼用来控制那些毒虫，可现在这只鸟却给了他意外之喜。那磅礴的死气比他杀死千万人获得的还要多，若是将其全部吸收，自己一定能在丹田成功凝聚出内力。此时方世硕似乎也猜到了少年的想法，他颤抖着双手恳求少年停下来，再这样下去球鱼就会死掉了。然而少年只是鬼魅一笑。与此同时，燃剑山庄某处，大夫人焦急地等待着方世硕的消息。虽然对于这次的委托他信心满满，但这毕竟是关燃剑山庄的秘籍，在解决完木惊云之后，他必须确保他们不会落入其他人的手上。而就在这时，方世硕的身影也终于出现了。这一刻，大夫人差点笑出了声，看来他成功了。想到马上就能让儿子坐上庄主之位，大夫人心里已经笑开了花，甚至已经想好了未来万人之上的场景。可就在这时，方世硕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还不等众人从疑惑中反应过来，只听方世硕口中大喊一声：“大夫人，我们鬼影阁不能再接受杀死木惊云少爷的命令了。”此话一出，嗡的一声，大夫人的脑海瞬间一片空白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少年以球鱼的性命作为威胁，要求方世硕当众指控大夫人，因为他知道即使现在打败了方世硕，鬼影阁还会继续派人前来，所以他要通过这种方法让大夫人和鬼影阁成为敌人。方世硕知道这种做法，这无异于让他成为了鬼影阁的叛徒，可他却别无办法。一想到少年那犹如恶魔般的身影，他就气得牙痒痒，怎奈实力不够。随即他继续大喊道：“大夫人，您说木惊云少爷被鬼怪附身了，让我们驱除诡异并且取走他的性命。但经过我的确认，木惊云少爷并没有被什么东西附身，所以请大夫人收回对鬼影阁的委托。”瞬间，方世硕的声音传遍了整座山庄，原本安静的山庄一下就喧闹了起来。一听到大夫人想要三公子的命，纷纷点亮灯光起身查看，甚至还有声音传出要抓住这个歹毒的大夫人。而就在这时，外堂的侍卫也闻声赶来。这一刻，大夫人彻底的慌了。来了来了！少年再次以超凡的智慧碾压众人，不管是道法高深的方世硕，还是阴险狡诈的大夫人，此刻无不拜倒在他的脚下，瑟瑟发抖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他想的那般顺利。燃剑山庄又一大人物正式登场。当方世硕再次回到少年的房间，此刻燃剑山庄已经彻底闹了起来。少年抓着球鱼的脖子，微微一笑：“事情办妥了，如你所愿，大夫人已经被当成犯人抓了起来，而且鬼影阁与大夫人之间也成了敌对关系。”说到这里，方世硕就气得牙痒。现在的他为了完成少年的要求，已经彻底背叛了鬼影阁，可能他的余生都将遭到鬼影阁的追杀。他伸手向少年索要球鱼，然而少年却鬼魅一笑：“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些事情想要问你。”片刻后，房间内，方世硕一脸疑惑：“你想知道关于鬼怪的事情？”“是的，包括我身边的魔僧，以及那些可以控制他们的人，尤其是你们鬼影阁。”然而听到少年的疑问，方世硕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虽然正如他所想，少年并没有被恶灵附身，但同时他怎么也无法理解，少年究竟是如何将一个恶灵变成了弑神的，而且不仅仅只有一个。
眼看方世硕半天没有动静，少年的手掌稍稍用力，方世硕这才吓得连忙回答：原来鬼怪是两类不同的存在，分为鬼和怪。少年驱使的是鬼灵，而方世硕控制的是怪物，其中怪物共有6个等级：灾兽、凶兽、异兽、灵兽、圣兽和神兽。但哪怕是最低级的灾兽，都可能给人们造成不小的灾难，并且随着他们的等级提高，危险程度也越发恐怖。至于鬼影阁，其中能够控制怪物的人也只有3个。顾长老作为鬼影阁的大长老，他控制的怪物是名为古雕的凶兽，虽然不知道他的能力是什么，但据说他的存在就是巨大的灾难。而第2位则是鬼影阁的阁主，虽然没人知道他控制的怪物是什么，但其等级一定非常的高。少年不禁好奇，难道他控制的是圣兽或者神兽？方世硕否定了他的疑问，因为哪怕是圣兽也只是传说中极少数的存在，更别说是成为人类的式神了。因此阁主的式神最有可能的是异兽或者灵兽。说完，方世硕从怀中掏出一本《山海经》，关于怪物的介绍在这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，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仔细翻看。接过这本书，少年随意翻看了几眼就如获至宝。即使像球鱼这种最低级的怪物，蕴含的能量就如此庞大，少年不禁开始期待遇到更高级的怪物。随后少年将球鱼扔回给方世硕，看着怀中奄奄一息的心肝宝贝，方世硕气得浑身都颤抖了起来，可嘴上还要被逼着不停的道谢。这一幕就连古灿都觉得少年太不要脸了。片刻后，看着方世硕愤然离去的背影，少年心中大悦，如今大夫人再也无法对他造成威胁，而且他从球鱼的身上吸收了巨大的能量，已经足够他在丹田处凝聚出内力，也就是说今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学习武功。可就在这时，古灿却疑惑了，难道真的就这样放他离开吗？现在你们积怨已深，想必未来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对此少年却并不在意，既然我答应放他离开，就一定做到，况且以后他也不可能对我造成威胁了。不久后，然见山庄外，看着怀中濒死的球鱼，方世硕发誓，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报仇的。然而下一秒，一股巨力袭来，将他的身体震得连连倒退，随之而来的是发自本能的颤抖，因为他感觉到了一股濒临死亡的恐惧，如此的可怕与邪恶。同时他的右眼不断渗出血迹，一双手掌在他脑后悄然出现，下一秒他的右眼硬生生爆裂开来，猩红的月光笼罩了周围的一切。只见青灵犹如鬼魅般出现在方世硕的身前，即使没有了眼睛，你看起来还是这么的可爱。此刻方世硕早已被那诡异的气息麻木了全身。与此同时，诡异的一幕发生，他眼角的鲜血并没有向下滴落，而是汇聚凝结，然后疯狂涌入他的嘴巴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然见山庄外堂内，大夫人极力解释他是被冤枉的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三公子，一定是他和那个方氏联合起来陷害我。可很快他的话就被人打断，这人正是然见山庄外堂堂主上官博。和内堂堂主不同，上官博对庄主忠心耿耿，所以除了庄主之外，他在家臣之间是最具影响力的，因此大夫人无法将其收买。他询问大夫人，听说你之前和三公子起了冲突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夫人狡辩，因为对方违抗了命令，只是过去询问了一番。可这些话听到上官博耳中，他又怎么可能会相信？难道不是因为你打算杀了庄主吗？大夫人大惊，他本想解释些什么，可看到上官博那阴沉的脸色后，马上又安静了下来。上官博冷冷开口，对于想要杀死三公子这件事，我绝不会置之不理，所以希望你能好好配合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不论是谁，每个人都将接受公平的调查。待大夫人走后，上官博思考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可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三公子明明既没有武功，又没有强大的联姻对象，可不管是二公子还是大夫人，都把他视为了眼中钉。难道这家伙身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现在细细想来，在外堂接受调查这段时间，穆惊云看起来的确和平时不太一样。起初上官博以为他是被吓到了，所以这才暂时出现了异常举动，可到现在为止，穆惊云的表现总让他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。看来这个三公子还得我亲自出马。少年以死气为引，凝聚出了连鬼神都要畏惧的内力，这可把青灵高兴坏了。没想到这家伙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还这么有趣，让几千年芳心未开的他不由得蠢蠢欲动。原来在青灵处理完方世硕之后，他透过墙壁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房间。魔僧连忙恭敬地握拳迎接，可此时青灵却一脸闷闷不乐。不过在看到集中精力运气调息的穆惊云后，他又感到十分意外。没想到这个家伙不仅能够控制球鱼，还能吸收对方身上的死气，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似乎正在将吸收的死气凝聚为内力。要知道这种死气要比死亡之人散发出的还要浓郁，别说是人类，就算是鬼灵吸收了也会遭到反噬。可少年看起来却安然无恙。青灵嘟囔着嘴，将脸凑到少年的跟前，仔细端详起了他的脸庞，长得又白又嫩，可以说完全符合美少年的标准。那俊秀的外表一时间竟让青灵看得有些入神。可就在这时，少年突然睁开了双眼，你在做什么？顿时把青灵吓了一跳。可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，如果现在回答他是在欣赏少年那俊美的容颜，一定会很丢脸，所以他立刻拉开距离，把头转到了一边，嘴上则开始转移话题。少年愣愣地看着青灵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哈哈一笑。看到他这表情，没想到青灵竟然老脸一红，他青眉上挑，连忙让少年不要废话，赶紧运气调息。这一刻青灵也很后悔，为什么自己要跟这个小屁孩打赌，都怪那个该死的丫头不争气。而就在这时，少年缓缓开口，
他需要青灵帮他确认自己是不是凝聚出了内力。青灵却不置可否，撇嘴一笑，想在1日之内就凝聚出内力，这怎么可能？那我肚脐下面的这个小疙瘩又是什么？一听这话，青灵顿时皱起了眉头，他不可置信地望着穆惊云。虽说求鱼的死气可以帮助少年凝聚内力，但这么快就凝聚成功，这让青灵实在无法接受。看来他得亲自确认一下。说罢，他将手伸向了少年的丹田。然而，当他的手掌触碰到少年身体的那一刻，一股巨力袭来，竟硬生生地将他的手掌弹开。这种情况，青灵还是第一次遇见。他很好奇，连忙叫来魔僧一起尝试。可无论他们用尽各种方法，手掌始终无法进入少年的身体。随即他看向一旁呼呼大睡的古灿，然后把手伸进了他的肚子，没有丝毫阻碍。然而这一举动却把古灿疼得睁大了双眼。不过下一秒他又哆哆嗦嗦，两眼一白，再次晕了过去。果然工具人的命运就是可怜。原来刚才青灵也忘了，人的丹田从形成内力的那一刻开始，身体内部就会极其敏感，所以稍微触碰就可能会造成强烈的痛感。不过对于古灿会不会晕过去，他并不在乎。他装模作样的表示问题肯定不在自己的身上，但其实心中却暗自怀疑，难道是因为我成了弑神的缘故吗？少年再次询问青灵，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认吗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。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房门就传来一声巨响，只见外堂堂主上官博深夜前来拜访。少年也很好奇，自从上次外堂审问见过一面之后，他便记住了这个人。上官博作为侍奉了2代庄主的家臣，少年深知他在燃剑山庄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。此刻看到盘坐在床上的穆惊云，上官博的表情显得有些黯淡。可下一秒他却双膝下跪低头道歉，都是属下的疏忽，这才导致了三少爷遭受袭击。可少年听完却摇头表示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并不介意，所以你无需自责。上官博看着这样的穆惊云，眼神中却闪过了一丝异样。他假装想要查看少年的伤势，然而当他的手抬到半空中时却停了下来。虽然少年感到有些奇怪，但很快就被对方下一个举动打断。只见上官博微笑地拍着少年的肩膀，三少爷能够这样想我，我真的很感激。随后上官博左顾右盼，询问少年上次送他的那把匕首怎么没有看到。自从庄主病倒后，我便给每位少爷送了一把武器防身，难道您把它弄丢了吗？听到这个问题，穆惊云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，但他还是找了个理由，说把它放在了壁橱的抽屉里。听到这话，上官博哈哈大笑起来。可这时少年却脸色一变，随即询问上官博，可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收到过那把匕首啊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上官博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，那是因为我并没有给你们送过这个东西。说罢，他一拳轰向少年的身体，幸好少年及时反应，一个闪身显而又显地躲开了这一击。然而下一秒，上官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指点出，同时他的口中大声质问，你究竟是谁？真正的三少爷到底在哪？少年好奇对方是怎么看出他不是真正的穆惊云的。首先，三公子看到有人向他臣服时会表现得很兴奋，其次，由于他经常被四少爷揍，所以只要有人向他伸手，他就会下意识地躲避。可刚才你的表情不仅毫无波澜，而且没有丝毫畏惧，现在的你已经被我定住了浑身穴位，所以你还是老实交代吧。然而听完上官博的话，少年却诡异一笑，下一秒原本应该被定住的身体竟动了起来。上官博大惊，他不知道少年究竟是怎么做到，可此刻已经为时已晚。只听一声清灵从少年口中传出，一只诡异的手掌径直穿透了上官博的身体。刹那间，上官博只感觉一种奇怪的东西紧紧抓着自己的心脏，瞬间就被吓得愣在原地，不敢挪动半分。同时他的内力在手掌的挤压下不断向外扩散。看到这一幕，少年这才确定自己凝聚出的内力果然和别人的不一样。想到这里，少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随即他再次轻吐一句魔僧。这一刻，上官博再也无法保持镇定。虽然他不知道眼前的少年究竟在和谁说话，但他却感受到了来自地狱死亡般的恐惧，因为此刻他的身体早已被无数只触手牢牢捆住。少年与外堂堂主上官博的对弈，在魔僧现身的那一刻终于落下帷幕。自此燃剑山庄又少了一位可以威胁到少年的存在，这可把少年高兴坏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终于可以专心修炼神功。可绝世功法的修炼又怎会一帆风顺呢？次日清晨，古灿刚从昏迷中醒来，第一时间就被少年叫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在前往房间的路上，古灿看到外堂的侍卫一脸严肃地站在少年的门口，这不禁让古灿感到十分奇怪。难道说昨天那件事之后，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？可还没等他从疑惑中反应过来，在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张大了嘴巴。外堂堂主上官博此刻正恭恭敬敬地站在少年面前，而在他离开的时候，竟还对自己恭敬地点了点头。古灿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他不明白昨晚之后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。而这时少年终于开口，他若无其事地让古灿过来吃早餐，可这却把古灿吓得不轻。没想到少年此刻竟然如此淡定。正当古灿准备询问究竟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少年却率先开口，你能教我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吗？一听这话，古灿刚夹到嘴边的食物都被吓得掉了下来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少年根据燃剑山庄心法秘籍中的描述开始修炼武功，可他发现这些动作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连贯起来，直到从青灵口中这才得知，他所练的这些动作主要是为了让修炼者提高水平，而所谓的武功秘籍就是在基础功法的基础上，将基础动作进行延伸演化，从而让武者达到更高深的水平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如果不懂基础功法，无论怎么练都不可能理解其中含义。所以像少年这种对武功一窍不通的麻瓜来说，
想要在燃木剑法上有所造诣，就必须先修炼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。然而听完少年这番话，古灿却激动地站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您也想成为燃剑山庄的庄主吗？显然他会错了少年的意，我只不过是想修炼一种绝世武功，就像燃剑山庄的心法秘籍一样。听到这里，古灿方才恍然大悟，可最后他还是拒绝了少年的请求，因为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他最多也就在远处看过2眼，所以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。像燃剑山庄这种名门望族，哪怕是基础功法，也只允许家族成员修炼。闻听此言，少年将筷子放在饭碗上，他抚摸着下巴，沉声思考起来。原以为燃剑山庄的武者应该都知道基础功法，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那么知道基本功法的除了卧病在床的庄主之外，也就只剩下其他3位公子了。可其他公子又怎么可能告诉您基本功法呢？况且一旦中间出了什么差错，就连您的身份可能也会暴露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说罢，少年果断起身，并且让古灿跟他走。可在得知少年准备去找能教他基础功法的人时，古灿赶忙出言阻止。可无论他说什么，少年仍是头也不回地朝着屋外走去，直到跟着少年来到了目的地。古灿再次被少年那大胆的决定愣在了原地，因为此刻少年要找的人正是2年前将他揍得半死的四公子穆有天。看到四公子那一身发达的腱子肉，古灿已经被吓得话都快说不出来了。当初穆惊云被揍时的场景，此刻仍是历历在目。难道您忘了那天我跟您说的吗？四公子对三公子的怨恨已经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，况且四公子仅仅才16岁，他的武功造诣便达到了登峰的境界。正如他所言，身旁的青灵也出言提醒，他也感受到了四公子身上远超凡人的力量，能在16岁便凝聚出如此精纯的阳气和生命力，称其为绝世天才也不为过。若是我还活着，那我一定会让他成为我的徒弟。说完，青灵让少年务必要小心，毕竟在白天他也无法施展出全部的实力。对此少年却毫不在意，他鬼魅一笑，若无其事地朝着四公子走去。而这边突然看到穆惊云出现在自己面前，穆有天先是一愣，但下一秒脸色骤变，如果你不想再次被揍，那就赶紧给我。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穆有天的脸上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只见少年从怀中掏出了燃剑山庄的绝世秘籍，然后笑眯眯地询问，你想要这个吗？说完便毫不保留地扔给了穆有天。看到这一幕，穆有天瞪大了眼睛，起初他对秘籍的真假还表示怀疑，但接过秘籍仔细观看之后，惊讶地发现其中的内容果然包含了许多深奥的原理，这的确是燃剑山庄的心法秘籍。可很快穆有天又发现秘籍之中竟然少了几页，他询问少年这是怎么回事，只见少年不急不缓，轻轻点了点脑袋，他们已经全部记在了我的脑海中。此刻穆有天根本不知道少年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，他知道庄主是不可能将秘籍传授给穆惊云的，于是再次开口询问，你究竟是怎么得到他的？对此少年并没有回答，他依旧面不改色。然而这副表情彻底激怒了穆有天，他大声咆哮着，如果你是想来我的面前炫耀下一任庄主非你莫属的话，那趁我还没将你揍扁之前，立刻给我滚开！说完，他愤怒地将秘籍甩到少年的身上，可少年仍是轻描淡写地捡起秘籍。看来你应该误会了什么，我只不过是来和你做笔交易的，对于庄主的位置我并不感兴趣。听到这话，穆有天笑了，他毫不客气一拳轰在了少年的脸上。这种话他怎么可能相信？眼前这家伙分明是在策划着什么阴谋。如果你是因为记不清2年前发生的事情，那我不介意重新让你想起来。燃剑山庄势如水火的2兄弟，在这一刻即将冰释前嫌。原来为了得到燃剑山庄基础功法的口诀，少年竟然主动将绝世功法献给了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弟弟。可面对这个向来看不起自己的哥哥，穆有天直接一拳砸了过去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巨大的力量让他的身体瞬间倒飞出去，鲜血顺着鼻子哗啦一下流了下来。然而这时少年却笑了起来，果然不一样，除了那个拿着黑色长剑的家伙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高手之间的差距。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古灿说穆有天就是个怪物。面对这样的对手，少年非常清楚，眼前之人根本不是他光凭运气就能打败的。不过这却让他越发期待起来，若是他学习了武功，是不是也可以变得如此强大？他抹去嘴角的血渍，微微一笑，你的拳头的确很硬。看到穆惊云重新站了起来，口中还不忘嘲讽自己，穆有天的脸上写满了惊讶。他再次向少年发出警告，如果你还想尝尝拳头的味道，我不介意让你重新体验一遍。但这时少年却嗤笑一声，我知道你现在还是怀疑我，不，这不是怀疑，而是确信，因为我不会相信你说的任何一句话。说罢，穆有天再次握紧了拳头，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，那他就应该像2年前一样，再狠狠给这个家伙一次教训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挥动拳头的时候，少年却笑着说道，是吗？那就没办法了，那我只能将秘籍交给大夫人或者二哥了。一听这话，穆有天脸色骤变，他大声怒斥，你竟敢威胁我！然而少年依旧不为所动，相不相信是你的自由，但如果你这么选择的话，等到我将秘籍给他们之后，我依旧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可你却不一定。听到这句话，穆有天愣住，因为他深知这句话的含义。在燃剑山庄，如果庄主去世了，家臣们肯定会推举熟知秘籍的人成为新的庄主，届时不论是大夫人还是二公子，都不可能轻易放过他。这一刻，穆有天看着少年那毫不畏惧的眼神，身体竟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。你真的是穆惊云吗？听到从穆有天嘴里说出这句话，身后的古灿瞬间大惊，该不会是少年的身份被发现了吧？然而此时少年依旧面不改色，他扑哧一笑，直视着穆有天，那你觉得我是谁？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。
听到这话，穆有天的眼神一滞。我当然了解你，你就是个2年前被我打得像狗一样的人，一个因为害怕甚至连看我一眼都会逃跑的懦夫。你说的没错，但除了这件事以及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外，你对我还了解些什么？包括我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以及为什么我愿意放弃庄主的位置，这些你一无所知。听到这话，穆有天不由得一愣，眼前这个哥哥在2年间发生的变化让他感到无比惊讶。然而面对少年那理直气壮的声音，他还是大声咆哮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反问我？你们这群混蛋都嫌我出身低微，都无视我疏远我，没有一个人承认过我。可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？反而不与那些自认为高贵的人交易？”听到这句话，少年却若无其事地回答道：“那是因为你是他们中最好的。”瞬间，穆有天陷入了沉默，他不可置信地凝视着少年的眼睛。由于他出身低微，从小就饱受折磨，他的童年一直在孤独中度过。而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他每天都努力修炼武功。可在今天，他竟亲耳听到了别人对他的认可，而且还是那个他认为最不可能这样做的人。这一刻，穆有天彻底呆住了。他原以为穆惊云会因为2年前的事情对他怀恨在心，现在却当面承认了他。难道这意味着他也需要改变吗？穆有天收起戒心，直挺挺地说道：“很好，那就说说看你想要得到什么。”片刻后，回房间的路上，古灿向少年投去了五体投地的目光。不得不说，在计谋这方面，少年做的确实非常出色。之前他还在担心向穆有天提出学习基础功法的要求会引起他的怀疑，没想到少年竟然如此自然地让对方答应了下来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少年向穆有天提出了3个要求。首先，第一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事，如果以后你当上了庄主，你绝对不可以对我动手。至于第二件事，你必须给予我足够的资金支持。穆有天神情严肃，他向少年保证，只要对方不先惹自己，他绝对不会对少年出手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少年轻描淡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，也就是让穆有天教他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。果不其然，听到这个要求，穆有天没有丝毫怀疑就答应了下来，甚至还嘲笑少年竟然连这个都忘记了。而这正是少年的计划。从他们刚见面那一刻开始，少年就不断地将穆有天的注意力引导到前2个要求上。而在得到穆有天的信任之后，他提出教他基础功法的要求便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就这样，穆有天将基础功法的口诀告诉了少年，少年则将那缺失的几页秘籍口述给了穆有天。想到刚才发生的这一切，古灿再次向少年投去了钦佩的目光。只是让他感到可惜的是，穆有天就这样轻易得到了秘籍，对此少年却并不在乎，因为他篡改了秘籍的内容，每13或者14个字中就有1个字被他修改了。起初他还担心会被发现，但没想到进展却格外顺利。听到这些话，古灿瞬间冷汗直冒，难怪他会毫无保留地告诉穆有天秘籍的内容。难道您就不怕他练了错误的功法，真气紊乱，走火入魔吗？少年只是冷声一句，那又怎样？这一刻，古灿只感觉背脊一阵发凉，这家伙根本不关心穆有天会不会出事，简直就是个真正的魔鬼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由于方世硕的背叛，鬼影阁与石室的关系彻底破裂。为了查明真相，阁主下令一定要把方世硕找回来。然而，即使出动了阁中所有弟子，却始终没有发现方世硕的踪迹。最后，为了挽回组织的声誉，不得不由大长老亲自出马。此刻，某处偏僻的密林内，随着古大师手中的符箓完全燃尽，他看向地面那片嫣红，陷入了沉思。方世硕作为鬼影阁最厉害的3位术法大师之一，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将他如此残忍的杀害？想到这里，他当即开始手掐印诀，口中轻吐几句咒语，周围瞬间狂风四起。下一秒，古大师的眼中闪过一道红芒。方世硕之前所经历的一切，犹如走马灯不断映入古大师的眼中。可还没等他完全消化完这些信息，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冷突然降临。这一刻，他感受到了方世硕临死前那深入骨髓的恐惧，他的身体犹如陷入了无间炼狱，瞬间让他惊醒了过来。就这样，他愣在原地，久久没有缓过神来。好一会之后，他长叹一口气，没想到那东西竟然已经能触及到精神领域。之前的他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随即他瞟了一眼天空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看来我们得要重新准备一番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地面上一个雕形的影子拍打着翅膀响应了起来。可奇怪的是，那影子里的雕头上却长着一对奇特的角。画面一转，此刻燃剑山庄内，少年根据穆有天提供的基础功法开始修炼燃木化星诀。他的每个动作都连环贯通，没有丝毫滞涩，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学习武功的菜鸟。就连一旁的青灵都看得愣愣出神。通常来说，普通人第一次学习武功都要从基础动作开始，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，将每个动作相互贯通，从而形成一整套的武功招式。然而少年却直接跳过了这最重要的一步。由于他那惊人的记忆和领悟能力，他根本不需要单独练习每个动作。对于他来说，剩下要做的就只有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肌肉。因此，在看到少年这惊人的习武天赋后，青灵也感到万分苦恼。本以为这小子会缠着他指导一番，没想到现在却压根没他什么事。这种挫败感着实让他非常难受。这一幕恰恰落到了少年眼中。正当他好奇青灵这是在歪歪什么的时候，古灿刚好一脸懵逼的出现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这里有件事需要你去帮我办一下。不久后，古灿看着手上那奇怪的标记陷入了沉思。这个符号非常简单，但他之前从来没有看过。可少年却让他委托一家情报机构打探一下相关的信息。于是他来到了这家兰花楼。如果按照级别来分的话，
这里只能勉强列入最低级的情报行列。但没办法，谁叫这里是附近唯一的一家情报机构呢？所以对于能否得到有用的情报，古灿不抱任何希望。想到自己这苦逼的一生，现在全然变成了一个跑腿的，古灿长叹一口气。不过对此他却不是特别在意，毕竟他的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目标，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抛弃，因此成为了杀手。但由于缺乏天赋，很快就被退出了组织。而当初跟着师兄干护卫的原因，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同时退出组织的。他深知干护卫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，一直把他当成工具来用。虽然现在也一样，但他却很享受这种随波逐流的感觉。最起码他感觉现在自己还活着。而唯一让他感到焦虑的是，少年那天花乱坠的想法，永远都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就在古灿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揽着一名女子走了进来。他正是兰花楼的楼主郭鲁柱。只见他红光满面，醉醺醺地询问古灿：“他是我们这里新来的孩子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”古灿感到非常生气。虽然那名女子的确美得让人眼花缭乱，但现在根本不是想那个的时候。然而此时郭的心思丝毫没有放在工作上面，他依旧盯着女子那曼妙的身姿，挪不开眼。古灿厉声警告道：“这次的委托非常重要，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。”看到古灿竟然如此生气，郭鲁柱这才依依不舍地让他先行出去。可就在女子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还试图对女子的屁股动手动脚。这一幕彻底惹怒了古灿，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发火，只听啪的一声，女子一巴掌扇在郭鲁柱的脸上。只见女子口中喃喃几句：“呸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”说罢，她摘下头上的假发。此刻古灿两人都还在懵逼当中，然而下一秒，女子一个诡异的身法抓住郭鲁柱的头颅，只听咔嚓一声传出，郭鲁柱的身体犹如断了弦的木偶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古灿被这一幕吓得慌忙想要拔出短剑，可女子却趁机一脚踹飞了桌子，同时几根木刺凭空出现在他的手中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直接插入了古灿的穴位。这时女子褪去伪装，露出了一张清秀的面孔：“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菜鸟杀手86号。”一听这个声音，古灿彻底不淡定，口中哆哆嗦嗦地吐出一句：“夫人。”灵刃飞针作为飞沙门门主的象征，如今却落在了一个青楼女子的手上，这怎么想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飞沙克作为飞沙门上一代门主，虽然已经60岁，年龄比门下所有的杀手都大，但他的实力却无可匹敌，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中原第一杀手的位置。然而他的独门暗器却掌握在这个女子的手中，古灿感到非常惊讶。不过很快他就猜到了这个女子的真实身份。飞沙克有一个孙女，她的名字是夏彩玲。作为飞沙克唯一的亲人，他把一切都倾注在了夏彩玲的身上。对于这一点，所有人都可以理解，但问题在于夏彩玲的性格有很大的问题。飞沙门的所有杀手都认为，门主不会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他唯一的孙女，因为夏彩玲根本不适合当杀手。想要成为一名杀手，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得拥有沉着冷静的心性，但夏彩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完全搭不上。她是个性格暴躁的人，虽然她长得年轻漂亮，但整天都是出口成脏，除了有非常严重的洁癖外，从来都不知道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而古灿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4年前，当时他还没有退出杀手组织，飞沙门的所有杀手都反对让夏彩玲成为下一任门主，只有飞沙克想要把她扶正，于是强行将她关进了飞沙洞。所有人都认为夏彩玲不可能活着出来，就这样渐渐的把她给忘记了。如今夏彩玲已经19岁，古灿只是看了一眼她那足以让人心潮澎湃的身材，就知道夏彩玲发育的是真不错，再加上那种迷人的面孔，相信很多人都会被她的外表所欺骗。而就在这时，夏彩玲终于向古灿伸出了手，她把插在古灿身上的灵刃飞针拔了出来，粘回了他手腕的圆环上。所以你已经完成了100人斩的任务吗？原来在飞沙门中，想要成为门主需要通过一项考验，那就是在100日之内杀死100个人。看到古灿竟然质疑自己的实力，夏彩玲也不生气，只是调侃道：“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呢？”看到他如今的性格，古灿也不禁开始怀疑，难道他真的改过自新了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或许他的确可以成为门主。见古灿仍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，夏彩玲瞬间投来了冰冷的目光。不要因为你退出了组织，就可以对门主不敬。在证实自己心中所想之后，古灿顿感一股不安袭来。根据以往的情况，凡是退出组织的杀手，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只有死亡。古灿担心他是为了取自己的性命而来，顿时被吓得跪倒在地上，连忙大呼参见门主。这反应让夏彩玲情不自禁就大骂了一句：“怎么看都还是以前的样子，只不过这样的脏话确实和他那张漂亮的脸蛋格格不入。”可这却让古灿更加紧张了起来。夏彩玲微笑着看向古灿，让他不用紧张，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接近燃剑山庄的大公子。听说穆英浩为人好色，喜欢喝酒，因此想通过他进入燃剑山庄。不过现在看来似乎不需要了，我只要跟着你一起进去就行了。古灿顿时皱起了眉头，他不明白夏彩玲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他要和自己一起进入燃剑山庄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夏彩玲用手轻轻抬起古灿的下巴，用满是杀气的声音说道：“杀手29号，也就是你的师兄干护卫，听说他的刺杀任务失败了。根据飞沙门的铁律，刺杀任务必须完成，所以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取走燃剑山庄3公子的头颅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
少年一直在练习燃剑山庄的基础功法，仅仅只过了3个时辰，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已经练了几年一样。看着太阳几乎快要完全落下，青灵这才上前和他搭话：“你要这样练到什么时候啊？”少年这才意犹未尽的从修炼中回过神来，看了看天色，确实不早了，那我们就去吃饭吧。然而此话一出，青灵好像等了很久似的，嘴角顿时露出了一抹兴奋。画面一转，一个侍女正聚精会神的吃着饭，少年则拿着一本书若无其事的坐在对面。侍女将桌面的饭菜饕餮一空后，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表情。看着对方这个样子，少年不禁好奇：真有那么开心吗？侍女拿起一壶酒，意犹未尽的说道：“人活着最大的乐趣就是吃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”而这个侍女正是被附身的青灵。可就在这时，只见侍女身上的青筋突然暴起，全身的血管就像是被墨染黑了一样。青灵不禁一阵啧舌，没想到这孩子连1刻钟都坚持不住，看来普通的肉体还是无法抵挡住冤魂的侵蚀。而在4天前，少年让青灵尝试附身在给他送饭的侍女身上，没想到结果意外让他非常满意。然而得知可以附身的青灵，为了得到一个漂亮的肉身，附身在一个侍女的身上，结果差点把那个侍女害死。穆惊云一脸无奈，他现在开始后悔让青灵这么做了。其实少年并不想这么快让青灵找到肉身，因为一个时刻可以留在身边的高级鬼灵，对于他来说就是杀手锏。吃饱喝足的青灵看向少年，不禁疑惑：“你现在怎么对道法术士感兴趣了？”此刻少年看的书正是青灵从方世硕那得来的一本名叫《六人降灵术》的秘籍。见识过方世硕驱使式神的手段后，对于这些方法少年自然非常感兴趣。可就在他准备继续研读下去的时候，突然一股不祥的气息袭来，少年皱着眉头把头转了过去。看到他这种状态，青灵不由得眼前一亮，看来你的直觉确实变得很敏锐了。作为一名杀手，必须遵循的铁律之一，其隶属的组织如果在没有接到委托的情况下，是禁止杀人的，即使是门主也不例外。因此，在得知夏彩玲的目标是穆惊云后，古灿强压心中的不安，他咽了咽口水，询问道：“门主，您是接受了委托吗？”“没有。”听到这么快的回答，古灿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没有接到委托就来取穆惊云的头颅，难道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吗？对于古灿的惊讶，夏彩玲似乎早有预料。我从燃剑山庄得到了一个情报，杀手29号任务失败是因为被3公子穆惊云所杀。我很疑惑，一个只有3流水准的纨绔公子，究竟是怎么杀死一个1流的高手的？而令我更为意外的是，你竟然安然无恙。面对这样的质问，古灿哑口无言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如果现在他如实交代，那他很可能会被夏彩玲以不顾同门之情杀掉；但如果继续保持沉默，那他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。刹那间，万分思绪涌入古灿的脑海，短暂的无语后，他终于缓缓开口：“因为我已经退出组织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对付不了穆惊云，这才只能潜伏下来等待机会。”听完古灿的话，夏彩玲虽然仍是表示怀疑，但她最后嘿嘿一笑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燃剑山庄吧。”看到他一脸兴奋的样子，古灿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通知那个家伙。片刻后，古灿的房间内，他给夏彩玲拿来了一套侍女的衣服，然而夏彩玲只是随意的看了一眼，就把头扭了过去。这么土，我宁愿穿青楼的衣服。古灿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危急，自从碰见夏彩玲之后，对方就一直牢牢地盯着自己，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趁着对方换衣服的时候偷偷溜出去，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次机会？于是他放下衣服就转身准备离开。可这时夏彩玲却调皮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？能看到我这种身材的机会可不多。”说着，夏彩玲还故意露出了她那傲人的双腿。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清纯小古灿，脸蛋唰的一下就红了一大片。可正想回头看一眼的时候，耳边再次传来夏彩玲哈哈哈的笑声：“我这是在跟你开玩笑呢，没想到你还当真了。”古灿一脸无语，以夏彩玲现在这种性格，菲沙克还放心把门主的位置交给他，这前任门主还真是心大呀。最后古灿再次道了一声，便转身朝门外走去。可夏彩玲的声音却再次传来：“谢谢你，古大叔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这么容易就进到这里。”听到这句话，古灿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这与他的意志无关，虽然很不情愿，但嘴上却还得不断的附和，相信只要有门主在，我们一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的。夏彩玲听完，露出了一副欣慰的表情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是飞沙门的一员，即使离开了组织，也一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夏彩玲的眼中却闪过一道寒芒，只听噗噗几声响起，灵刃飞针再次精准无误地刺入了古灿的穴位。古灿一脸疑惑地看着他，夏彩玲却笑嘻嘻地把右手的圆环收起：“就到此为止吧。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那些愚蠢的借口吗？”古灿紧紧咬住嘴唇，原来一开始他就不相信自己，一切只是为了进到燃剑山庄而已。他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，难道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会变成这样吗？夏彩玲朝着古灿冷冷地走去：“你的前辈死了，可你却依旧如此低调，看来你已经投靠穆惊云了吧？既然现在我的目的达到，那像你这样不可救药的蠢货，也是时候去死了。”说着，夏彩玲把古灿腰间的短剑拔了出来。为了给自己的前辈报仇，你杀了自己侍奉的3公子，最后选择了自尽，这就是你的结局。说完，夏彩玲手上的短剑狠狠刺向古灿的喉咙。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啪的一声响起，一只手穿过窗户伸了进来，一股磅礴的吸力涌现，
紧接着夏彩玲手上的短剑脱手而出，这隔空取物的手段瞬间惊得夏彩玲瞪大了眼睛。正当她感到万分惊讶的时候，一只脚踹开了房门，正是三公子穆惊云。古灿在看到人影后，眼泪哗的一下流了出来。这是他第一次觉得，原来这个魔鬼一样的家伙竟然这么帅。